依依被贾千金推下5米高的舞台，家人们却踩着她的身体跑去安慰受了惊吓的养女。楚依依一个人在医院躺了3个月，痊愈后她悟了，一改往日的讨好和卑微，开始无差别攻击他们每一个人。楚依依独自一人从医院回到家，看到她的亲生父母和3个哥哥正在为顾明珠庆生。顾明珠就是害她住院的罪魁祸首。怒火直冲大脑，楚依依走上前，伸手抓住顾明珠的头发，用力把她的脑袋按进蛋糕里。大哥顾燕呵斥：楚依依，你在发什么疯？快给明珠道歉！道你妈的歉！你给我闭嘴！二哥顾青也开口：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也给我闭嘴！三哥顾轩嘴巴动了动。顾轩捂着自己的脸，气得脸都扭曲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想打你就打你，还需要理由吗？顾父刚想发飙，楚依依抢先一步啐了他一口唾沫。屁！我不想听你说话，闭好你的嘴。楚依依接着拿起桌上的一杯饮料，泼到顾母身上。见者有份，我可不会像你们那么偏心，厚此薄彼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他们都没想到，3个月前还在努力讨好他们的楚依依，现在竟然和疯了似的，对他们又打又骂。楚依依是顾家的真千金，1年前才被找回，但顾家舍不得养女，生怕她受委屈，对楚依依这个亲生女儿却冷漠疏离。顾明珠更是处处设计陷害楚依依。此刻，楚依依收敛心神，冰冷的视线扫了众人一圈，最后定格在顾明珠身上。顾明珠下意识地抖了抖，害怕地躲到大哥身后。这个家有他没我，如果想让我留下来，就立刻把他赶出去，以后别再让他踏进家门半步。顾府怒不可遏的道：明珠永远是我们顾家的掌上明珠，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，这里就永远是她的家。你怎么那么恶毒？明珠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总是针对她，还想把她从家里赶走？楚依依又是一巴掌打到他的脸上。楚依依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。此时其他家人都回过神来了，准备一起动手打他。他们虽然人多势众，但楚依依出手又脏又疯，对他们吐口水，拳打脚踢。他们4个大男人竟然都打不过楚依依一个弱女。楚依依趁乱跑上楼。既然你们都不想把顾明珠赶走，那我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你们顾家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以后在外面遇见了，别说认识我，也别和我打招呼，我嫌晦气。他跑回房间，找出自己的证件，然后从窗户跳下楼。2楼有点高，但他练过舞，这点高度对他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客厅里，顾明珠抱着顾母哭得伤心欲绝。我一直想和妹妹搞好关系，有什么好东西都第一时间想着她，没想到她竟然那么容不下我。爸妈，我还是离开顾家算了吧，毕竟妹妹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就算她品格再怎么不好，可她身上终究流着你们的血，而我只是一个外人。我现在就去求她，哪怕是给她下跪都可以，只要她能回来，代替我孝顺爸爸妈妈，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。顾母心疼地说：你别瞎说，在妈妈眼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女儿，谁都可以离开顾家，就是你不能离开。楚依依哪里比得上你？就算让她回来了，她也只会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，根本不会孝顺我们，连父母都打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楚依依存在的意义，就是把你这个善良的小天使换到我们顾家，让我们拥有你这么善良识大体的妹妹。可是爷爷去世之前，把公司30%的股份都留给妹妹了，他要是利用股权去公司闹事怎么办呀？他手里的股份的确是个问题，不过他既然要离开顾家，属于顾家的股份自然不能让他带走。明天我就带人去找他，把他手里的股份要回来。酒店门口，楚依依双手环胸，漫不经心地靠在门口的柱子上。一辆迈巴赫缓缓驶来，接着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周身充满威严和不容亵渎的高冷。傅裕，傅氏集团掌舵人，海城首富，也是顾家的竞争对手。楚依依抬脚上前，拦住了傅裕的去路。傅裕停下了脚步，冰冷的视线落到楚依依身上。楚依依率先开口：顾总，我想和你谈一笔买卖，我手里有顾氏集团30%的股份，我想把这些股份全部卖给你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楚依依，顾家真千金。我想傅先生应该知道，顾家老爷子去世之前，把顾氏集团30%的股份留给真千金的事吧？傅裕看了眼他的身份证，饶有兴味地挑了挑眉。跟我进去。楚依依跟着傅裕上了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。进了房间，傅裕开门见山地问道：你那30%的股份想卖多少钱？3000万。傅裕眼里露出一丝惊讶。楚小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，我要3000万。你最好想清楚再开口，我没时间和你闹着玩。我没有和你闹着玩，我是认真的，只要你愿意买，我随时可以办理股份转移。你知道顾氏集团市值多少吗？我知道，估值300亿美金。
估值300亿美金，你30%的股份只卖3000万，你在逗我吗？我没逗你，我只要3000万现金，但我还要和你额外签一份合同。傅玉挑了挑眉，示意他继续说。顾家肯定会报复我，我要你保我平安。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我希望在1年之内看到顾氏集团易主。顾家虽然被挤下了海城首富的位置，但顾家根基很深的，放眼整个华夏，能让顾家破产的人寥寥无几。想要狙击顾氏集团，让顾家破产，需要付出不少的代价，最后是赚是赔，就看傅先生的手段了。傅玉对他的要求有些震惊，饶有兴味的道：你爷爷对你那么好，把30%的股份留给你，你却想让顾氏集团消失，你就不怕他死不瞑目？楚依依眼里露出一抹嘲讽。我就是要他们顾家死了的不能瞑目，活着的悔恨终身。所有人都以为顾老爷子对他偏爱，却没人知道这股份是他威胁那个老头给他的。顾家那群人从上烂到下，而那个糟老头子是最烂最恶心的。傅玉叫律师打印好合同送过来，楚依依签好，一切办妥，傅玉立刻让人给他放了款。这时楚依依才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傅先生，我可以不可以提一个要求？可以，你随时都有提要求的权利，但我也有不答应的权利。冒昧了，告辞。楚依依准备离开。楚小姐不妨说一说你的要求，说不定我会答应呢。楚依依停下了脚步，看向他说道：我和顾家脱离关系了，目前无家可归。如果傅先生名下有多出来的房产，我希望你能借一处给我住1-2年，最好安静一点，邻居少一点，安保好一点，一般人无法靠近的那种地方。楚依依混迹娱乐圈，但因为顾明珠的挑拨，她名声并不好。她这样要求只为了少些麻烦。浅水湾1号庄园，安静人少，门是密码锁。楚依依道了谢之后，转身离开，去楼下开了一间普通客房住下。第二天，楚依依还没起床，房门就被人强行打。顾家人带着一群保镖闯进了房间。三哥顾轩怒喝一声：楚依依，你给我起来！楚依依被迫醒了过来。父亲顾建国冷着脸，把一份协议砸到他身上。你快起来，把这份合同签了。楚依依看了一眼，这是一份股份转让协议。不出他所料，顾家这是要逼他交出股份。股份是爷爷留给我的，我没有要转让的意思，我不签。那是我们顾家的股份，你都不把我们当一家人，有什么资格拿顾家的股份？看不出来你那么贪婪，居然想独吞那么多股份。你好好向明珠学学，明珠拿的股份都没你多。楚依依冷笑。顾明珠柔声开口：依依，你别惹爸妈和哥哥们生气了，股份在你手里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就签字，把股份转给爸爸吧。只要你签字，我就给你10万块补偿你，好不好？顾父和哥哥们都一脸赞赏的表情，对于顾明珠的大度十分满意。楚依依被气笑了，30%的股份给他10万补偿，打发要饭的呢？如果我不签呢？是要股份还是要命？你自己选一个。就算你要股份不要命，等你死后，你的股份也是由我们这些亲人继承。我念在亲情的份上，给你选择的机会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楚依依冷冷地看向顾建国：这份协议我可以签，但我有2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给我3亿，再签一份将来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们都不用我赡养你们的合同。你抢劫呢？居然开口就要3亿！明珠已经答应给你10万了，你居然还不满足，居然开口就要3亿，你可真是贪得无厌，满脑子只想着钱。你那些股份根本就不值3亿，你这是在敲诈。如果你们觉得我手里的股份不值3亿，那我给你们3亿，然后我立刻去立一份遗嘱。我若是意外去世，我就把名下的股份全部充公，我的父母兄弟全部无权继承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顾家人异口同声地吼道：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你们不是说我手里的股份不值3亿吗？他们面红耳赤。别欺负我没见过世面，我拿到股份之后，特意去找律师咨询过，我手里的股份价值上百亿呢。我看在你们是我的亲人的份上，才打算只要3亿便宜你们的。你们也别想着杀了我继承我的遗产。在我去咨询律师的时候，我就立了一份遗嘱，如果我生前没有把股份转让出去就意外身亡了，我的所有财产都捐给国家，我的父母兄弟都无权继承我的任何遗产。顾家人气得肝胆欲裂。顾明珠悠悠说道：没想到妹妹你心机这么深，竟然背着我们立下遗嘱。你从一开始就没把我们当一家人啊，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对你的好？闭上你的狗嘴，再敢在我面前表演茶艺，我抽烂你的嘴！顾明珠咬着嘴唇，委屈地红了眼。三哥顾轩刚准备替顾明珠出头，楚依依抓去床头上的烟灰缸朝他打去。你也闭嘴，别让我听见你的狗叫！顾建国咬牙：好，我答应你的要求。楚依依跟着他们先去了银行，顾建国给楚依依赚了3个亿。楚依依特意让他写下自愿赠与，如此一来，日后顾建国想追回这笔钱都追不回了。
接着他们去了律师事务所签署关于今后赡养的合同和股份转让协议。楚依依立刻签了字，顾家人兴奋不已，一群人围着那张股份转让协议，眼睛都冒出了金光。他们一家人风风火火地前往工商部门，立刻就要拿着转让协议去办理股份过户。工作人员查询之后，对他们说：“抱歉，楚依依女士之前的确持有顾氏集团30%的股份，但今天早上8点钟，那30%的股份已经变更为其他人了。楚依现在持股数量为0，所以你们手里的这份股份转让协议是无效的。”顾家众人如遭雷击，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。你说什么？楚依依名下的股份转让了，转给谁了？名字叫傅玉。顾建国两眼一黑，畜生！楚依依就是个畜生，他竟然把股份卖了，还卖给了竞争对手。顾建国气得全身颤抖，其他人也气得不轻。楚依依不仅提前把股份卖了，还空手套白狼，骗走了他们3个亿。此时的楚依依正心情愉悦地在商城里购物。正当他离开时，在商城门口遇到了顾家那群人。三哥顾轩指着楚依依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楚依依，你太卑鄙了！你把股份卖了，还故意欺骗我们，从我们手里骗走3亿！你现在立刻去把股份要回来！”楚依依一脸无辜：“你们只是让我签转让协议，又没有问我股份还在不在我手里，怎么能算我骗你们呢？你们给我的钱是补偿给我过去20年的抚养费，可不是我骗你们的。”你这个孽障，你居然敢戏耍我们！今天我就打死你！顾明珠急忙劝道：“爸，别在这里动手，周围还有路人呢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会有损我们顾家名声的。把他带回家去，再慢慢教育他吧。”顾建国强压下怒火，对3个儿子说：“你们把这孽障绑上车，带回家。”大个二哥、3哥脸色阴沉地围住楚依依，准备把她绑走。但就在他们准备动手时，2个保镖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，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楚依依面前。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快让开，这里没你们的事！我劝你们不要多管闲事。”“我们是傅爷派来保护楚小姐安全的。傅爷说了，如果有人想伤害楚小姐，要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楚小姐，就算闹出人命也没关系。”顾家人气得肝胆欲裂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“楚依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现在跟我们回家。”楚依依一巴掌甩过去：“我昨晚说了，以后在外面看到我，别说认识我，我嫌晦气。”说完直接转身离开。此刻顾家众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。我们顾家是倒了什么霉，才会出一个楚依依这种祸害？爸妈，楚依依把咱家公司30%的股份都卖给了竞争对手，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不跟我们回家，身边又有富裕的人保护，还不接我们的电话，都见不到他，又联系不上他，还能怎么办？顾明珠咬了咬唇，转眸看向顾燕：“大哥，楚依依不是你公司名下的艺人吗？你可以以老板的身份，让他按照你的要求做事。”顾轩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可以安排工作，现在股份已经拿不回来了，他有着富裕保护，我们报复不了他，但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，让他付出代价。明珠不是要去参加一档荒野求生的节目吗？大哥，你把楚依依也安排进去，都有他签合同，要用他的愚蠢和恶毒去衬托明珠，这样一来，可以利用舆论提升明珠的人气，还可以让观众看到楚依依恶毒的一面，到时候他被网暴，我们也算是可以出一口恶气了。”顾燕点了点头，这个办法不错。他借了佣人的手机，拨通了楚依依的电话。“喂，我是你大哥，你先别急着挂，我要和你聊聊工作的事。”楚依依想起来自己被顾明珠拉进娱乐圈的时候，和他一起签了大哥的娱乐公司里5年合约，如今才过去1年，如果他想提前解约，需要赔4亿给顾燕。楚依依才意识到自己大意了，他烦躁地问道：“说吧，要给我安排什么工作？”“下周明珠要去参加一档荒野求生节目，我会把你也安排进去。你入组之后的任务就是故意欺负和针对明珠，给她制造话题度，衬托她。”楚依依思考片刻，开口道：“想让我答应你的要求，也不是不可以，让我有一个要求。”“什么要求？”“参加完这档节目，你就主动和我解约，我无需赔付违约金。如果我按照你的要求做了，这档节目下来，我肯定会被全网黑和网暴，以后再也没有商业价值了。就算我继续留在你的公司，也赚不到钱。”顾燕思考片刻，答应了他的要求。眨眼就到了节目开拍这天，导演拿着喇叭喊道：“咱们荒野求生节目是要求6位嘉宾靠自己的本事去原始森林里度过7天7夜的时间。另外，咱们节目是以24小时直播的方式进行网络直播的，大家记住，无论何时，无论发生任何突发状况，都要好好表现，会一直有人看着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切记切记。”说完后，一行人出发了。几小时后，他们进入了原始森林区域。导演开口说道：“现在时间不早了，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了，你们要抓紧时间准备今晚的落脚点和晚餐。”顾明珠提议：“这样吧，我们组队一起行动吧，
我们都没有野外生存经验，分开行动的话太慢了，大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，大家组队的话做事更有效率。结果所有人都不想和楚依依一组，顾明珠心中暗喜，表面却装出一副大度的模样。依依，你和我一组吧，我们一共分2组好了，一组负责找地方过夜，另一组去找食材。依依，你和我还有顾轩一组，一起找过夜的地方。佳佳和修涵还有段哥去找食物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楚依依嫌弃地瞥了一眼顾明珠，你们少来沾边，我才不要多5个拖后腿的累赘，我一个人会更轻松。顾轩怒不可遏地骂道：楚依，你真是不识好歹！明珠她不计前嫌想帮助你，你竟然还口出狂言，说我们是累赘，你好得很！希望你能嘴硬到底，以后别求着我们帮你。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以后别来求我帮你们。你放心，这辈子老子都不会去求你。顾明珠委屈地咬了咬唇，眼眶有些泛红。依依，你能不能别任性了？你一个人会有危险的。闭嘴吧，你才是最大的危险，只要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就不会有危险。既然你执意要单独行动，那我就不拦你了。张佳佳见楚依依有些可怜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楚依依，要不你和我组队一起去找食物吧？你一个人又要准备晚餐，又要掌落脚点，肯定来不及，大家一起有个照应。秦修涵和段江皱了皱眉头，但没有出言劝阻。楚依依还没开口，顾轩就恶狠狠地道：谁都不准和他组队，今晚任何人都不准给他帮助，他自己不是能耐吗？我看他今晚怎么过。楚依依嗤笑一声，无所谓地背着背包率先进了森林。楚依依走了一会儿，看到前方有一只兔子，楚依依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手指轻轻一弹，石头从指尖飞出去，精准地打在了兔子的脑袋上，兔子瞬间倒地。跟拍的摄影大哥一脸震惊：我去，武林高手！运气好。楚依依捡起兔子就往回走，她走到河边，从背壕里拿出折叠刀，开始处理兔子。正巧这时顾明珠经过，看到这血腥的一幕，忍不住尖叫出声：依依，你好残忍啊，你动作还这么熟练，平时没少杀小动物吧？楚依依把掏出来的内脏直接砸到顾明珠身上。滚！依依，你太过分了。顾明珠红着眼眶跺了跺脚，却只能流着眼泪跑去找衣服换。过了一阵，天色已暗，张佳佳3人从森林里出来，毫无收获。而此时，楚依依已经烤好兔子，开始吃了。张佳佳想求助导演，发现导演和工作人员正在吃奇怪的果子，突然这些人集体抽搐倒地，口中吐着鲜血。不好，果子有毒，快送他们去找医生。那些没吃果子的工作人员赶紧扛着那些昏迷的人上了游轮，接着游轮启动，快速地远离了森林。嘉宾们懵了，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，节目组的人就全都走了，留下他们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艺人在这荒郊野岭。张佳佳跑到河边，对着游轮大喊：导演，你们回来把我们带上啊！你们把我们留在这里，我们要怎么办啊？可游轮上乱成一团，根本没人注意到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游轮开走了。张佳佳急得快哭出来了。我们被丢在这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段江年龄稍微大一些，沉稳的道：先别着急，工作人员到了那么多人，他们肯定很慌，暂时把我们忘了也正常，等他们冷静下来之后，肯定会想起我们的，我们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。就在这时，顾明珠和顾轩也从森林里走了出来。抱歉了各位，我们没有找到适合晚上睡觉的地方，我看这片空地就不错，我们今晚就先在这片空地上打地铺吧。我和哥哥捡了一些干草给大家打地铺。导演呢？摄影组呢？工作人员呢？怎么全都不见了？他们去哪了？刚才导演和大半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吃了野果中毒，集体中毒昏迷，没吃果子的人开游轮把他们带走送医了。你看地上的血迹，就是他们刚才吐的，血都还没干呢。工作人员全都走了，一个都没留下，那我们不拍摄了吗？出了那么大的事，导演都倒下了，拍摄自然也无法进行了。等工作人员联系上投资方，重新派新的导演组过来吧。顾明珠见没有摄像头拍摄，脸上的温柔也收了起来，露出了些许厌烦。她看向张佳佳几人，问道：你们找的食物呢？张佳佳扬起手里的野菜，就只找到了这些。顾明珠脸色更难看了。我和哥哥辛辛苦苦为大家晚上能睡个好觉而努力，你们3个人竟然只找到一把野菜，这东西给猪吃，猪都不吃。我和哥哥去找干草的时候，都看到好几只瘸腿的鸡，你们3个人竟然连瘸腿的鸡都抓不住，真没用。我们也很努力很辛苦呀，但那些鸡和兔子跑得那么快，我们抓不到也很正常。你还好意思说我们？你们不是也只捡了一堆杂草回来吗？那点杂草都不够一个人睡的，我们这么多人，晚上怎么睡呀？你在怪我吗？张佳佳被他的眼神吓到了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摇头道：我没怪你，
我只是随口说说。他知道顾明珠的哥哥在娱乐圈里的地位，他可不敢得罪顾明珠，否则他事后会在圈子里混不下去的。既然你们嫌弃这些干草，那今晚你们就自己解决睡觉的问题吧。顾明珠看向吃着烤兔的楚依依，忍不住又咽了口口水。哥哥，我在森林里走了一下午，肚子好饿，我帮你去要点吃的。他们5人往楚依依那边走去。顾轩站在楚依依面前，趾高气扬的命令：你把兔肉分一半给明珠。依依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三哥呢？你也管。依依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们也是关心你，才会主动来和你缓和关系，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我们？现在节目组走了，荒郊野地的就只剩下我们几个人，没有我们的照顾，你晚上一个人怎么过？我装备齐全，一个人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要考虑今晚怎么过的人是你们，不是我。顾明珠气得脸色青一阵红一阵。楚依依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明珠是在关心你，你竟然这么不领情，还出言讽刺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了？你能不能学一学明珠？哪怕你能有明珠1/10的懂事，我们也就不会不喜欢你。谁稀罕你们的喜欢？我就当你是在赌气。你现在好好的向明珠道歉，保证以后好好重新做人。等回去之后，我就替你向爸妈求情，让你重新回到顾家。楚依依抬眸，用看白痴的眼神看向他。谁稀罕回你们顾家？你们顾家没一个智商正常的，我怕离你们太近，会被你们影响智商。你们求我都不会回去。顾明珠又气又饿，加上没有镜头拍着，他也懒得装了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三哥，别和他说那么多废话了，直接动手给他点教训吧。他处处针对我，还把家里的股份私自卖钱，对我们又打又骂，我们早该教训他了。你还真会颠倒黑白，我卖掉的股票本来就属于我，如果不是我的股票，我又怎么可能卖得掉？在诬陷我之前，好好动动你发育不全的脑子。顾明珠气得差点吐血，他没有理会楚依依的话，而是看向另外3人。楚依依她侮辱我，针对我，你们如果站在我这边，和我一起教训她，等回去之后，我就让我哥哥给你们资源，至少每人给你们一部顶级影视资源，还给你们推荐高奢代言。3人都心动了，这个好处对他们而言诱惑很大，可是他们也有所顾忌。我们一起欺负他，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这影响不好吧？导演组都走了，又没人看见，只要我们不说，谁会知道？他要是敢自己乱说，我们只要不承认，再反过来说是他针对我们，你觉得网友是会相信我们这么多口碑好的艺人的话，还是会相信他一个满身黑料的人的话？3人听他这么说，顿时放下心来了。他们齐声说道：好，我们都听你的安排，你说要怎么做吧。去把他手里的烤肉抢过来，还有他的背包，我看到他带了帐篷，还有充气床，我们今晚有地方睡觉了。 3人听了顾明珠的话，都沉着脸看向了楚依依，带着敌意向他靠近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森林里安装了很多微型隐藏摄像头，网上的直播一直没有中断过。此时直播界面突然出现了导演的身影，在满屏的议论中，导演笑容满面的说道：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没有中毒，抱歉让大家担心了。这是我们全新拍摄模式，用隐藏摄像头进行秘密拍摄，展现艺人最真实的一面给大家。当然我也提醒过他们，拍摄过程中可能会进行隐藏拍摄，让他们随时注意形象，我还把这点写到了合同里。好了，接下来请大家继续观看吧。现场，楚依依、顾明珠等人都不知道有隐藏摄像头。此时在顾明珠的怂恿之下，张嘉佳和秦修涵以及段江都已经围到楚依依身边，准备动手抢她的物资。楚依依冷冷地看向那3人：我和你们没有仇，你们现在收手，我不会伤害你们。你主动把登山包和烤肉交出来，我们也不伤害你。别那么自私，大家都没东西吃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吃独食，你过意得去吗？你自觉一点吧。看来你们和顾明珠和顾轩是一路货色，虚伪自私、毫无道德与人性的败类。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直接抢，再打他一顿，让他长点教训。想打我？怎么打？他忽然站起身，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顾明珠面前，狠狠的一巴掌甩到了顾明珠脸上。是这样打吗？接着他又快速的踹了一脚顾轩，还是这样？再转手一拳捶到秦修涵眼睛上，或者这样，反手又一拳捶到段江胸口，把他一拳打飞2米远，然后一脚踹到张嘉佳的后腿窝，张嘉佳扑通一声双膝跪地。你们想用哪种方式打我？众人都惊呆了，还是顾明珠最先回过神。啊，楚依依，你居然打我，我要杀了你！顾明珠尖叫着扑向楚依依，楚依依往旁边一闪，扑通一声，顾明珠扑了个空，摔到地上，啃了一嘴的泥，牙齿还被磕掉了半颗。他气得又哭又叫：三哥，你看楚依依，他就知道欺负我，你要帮我报仇啊！楚依依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
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明珠？我只不过是按照你们的要求行事，怎么就成故意针对她了？虽然你签了合同，要在节目上欺负明珠凸显她，但现在没有在拍摄，你不可以欺负明珠，而且你欺负也要有个度。你一见面就串明珠，还把内脏砸到明珠身上，这些都太过分了。抱歉，为了不让你们钻漏洞，在导演发出拍摄结束的信号之前，我都要按照合同去做，免得到时候你们说我划水，要和我耍赖。楚依依转身走回火堆旁坐下，懒洋洋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想继续挨打就滚远一点。”顾轩咬了咬牙，扶起顾明珠转身离开。顾明珠满脸怨恨：“三哥，我们就这样走了吗？他打了我，还害我磕掉半颗牙，我不甘心。不走还能怎么办？我们又打不过他。”另外三人也只能跟在顾轩和顾明珠身后一起离开。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楚依依搭起来帐篷，接着走到河边简单的洗漱。等他走回原地的时候，他的脸瞬间黑了，因为他的帐篷不见了。不用想都知道是谁干的。那群废物，正事不会干，小偷小摸的勾当倒是干得得心应手。楚依依拿着手电筒向顾明珠他们的方向走去，走了没多远，便看到了他们的身影。他的帐篷也在，他背包里的东西已经全部被倒出来，乱七八糟的散落在地上。顾明珠坐在帐篷口，正拿着一瓶驱蚊露在往身上涂抹，一边涂还一边抱怨：“森林里太多蚊子了，我都被咬了好多包，这种鬼地方，以后我再也不来了。”哼，明珠，你涂完了没？给我也涂一点吧，我也被咬了好多包。这驱蚊露就这一小瓶，我一个人都不够用呢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张佳佳咬着唇，幽怨地看着顾明珠。这驱蚊露明明不是顾明珠的，她居然想占为己用。可碍于顾家在娱乐圈的地位，他不敢和顾明珠作对，只能把委屈憋回肚子里。楚依依从草丛后面走了出来，冷冷地看向顾明珠：“我的东西用着舒服吗？”顾明珠被楚依依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顾轩身后躲。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不是说不和我们组队，要我们和你保持距离吗？你现在干嘛跑来我们的地盘？”“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来找你吗？”“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？”“你可真能装傻，去偷我东西的时候怎么不犯傻了？”“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借用一下你的东西而已，你别那么小气。”“爷，你们都没问过我，就把我的东西拿走了，这叫借，不问自取就是偷。”“那么小气干嘛？借用一下你的东西而已，等用完之后再还给你就是了。你要是不满意，回去后我打一笔钱给你，就当是买下你这些东西的费用，我以10倍的价钱买下你的这些东西，这总行了吧？”“不卖，现在立刻把我的东西还给我。”顾明珠立刻把手里的驱蚊水往身后藏，伸手护住身后的帐篷。“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我的了，你休想抢走。”“不还是吧？那我只能自己动手拿了。”顾明珠被楚依依打过几次，对她已经有心理阴影了。看到楚依依向自己走来，尖叫着拉住顾轩：“三哥，这个疯子又来了，你快拦住他，别让他靠近我。”顾轩硬着头皮，不情不愿地放软声音：“其他东西你可以先拿一部分回去，但这帐篷和驱蚊水，你就先借点明珠用用吧。”“一样都不借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全都要拿走。”“你能不能有点上心？明珠她从小娇生惯养，身体娇贵，吃不了苦，没有帐篷和充气床，你让她晚上怎么休息？”“帐篷给她了，我睡什么？”“你和明珠不一样，你从小在贫民窟长大，吃惯了苦，多吃点苦也没什么大不了。你今晚就在草地上将就一晚吧。”“抱歉啊，依依，我天生娇贵，不像你天生敏健，能吃苦耐劳，所以就麻烦你多吃点苦喽，发挥你在贫民窟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的品质。”“多谢你们，否则我都不知道厚颜无耻的人在现实中长什么样。”“你骂我厚颜无耻，你才厚颜无耻，你凭什么骂我？”“楚依依，你太没教养了，不是打人就是骂人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懂事一点？”“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从小吃苦，所以我就活该一辈子吃苦吗？可你们别忘了，娇生惯养的人本该是我，是顾明珠他妈坏心眼，把我和他交换了，还不好好养我，把我丢去贫民窟，让我被迫吃苦。顾明珠她的荣华富贵，她的锦衣玉食都是偷来的，怎么就成了天生娇贵？我被他和他妈害得在外面吃苦受罪，差点死在外面，就是活该吗？就是天生命贱，一辈子都要吃苦受罪吗？他一个既得利益者，贪婪自私的那么觉得就算了。顾轩，你身为我的血亲，也说出这种话，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你不是脑子有病，你根本就是没有脑子。你们整个顾家的人都是一群连狗都不如的蠢货，以后少来和我沾边。有你们这种没脑子的亲人，我嫌晦气。”楚依依一脸的厌恶，要是可以，她真想进行基因改造，彻底断了和顾家的联系。和顾家人有着相同基因，她都觉得晦气。顾轩声音都在颤抖，有些底气不足，又带着几分愧疚。你瞎说什么？你和明珠被交换的时候，她也才刚出生，她懂什么啊？你受的罪和明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该怪她的。
我们现在向的明珠，还不是因为你回家后总是惹是生非，老是算计明珠，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最近你更是过分，对爸妈还有我们大打出手，你这样我们能喜欢你吗？你们挨的每一顿打都是你们应得的，少在这里委屈。我刚回家时是什么样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对你们态度的变化都是你们逼的。我不想和你们说那么多废话，现在我只想拿回我的东西，快交出来，否则我就要动手了。楚依依现在非常后悔刚回顾家那天没有把他们揍一顿就直接离开，还在他们身上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差点把命都丢在顾家。我知道你本性病都坏，你别直现在这样，的确有我们一部分原因，但更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你善妒。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说了，我们都给彼此一次机会吧。你好好改过自新，变回从前的样子，我们也会尽量对你好。但你要和明珠好好相处，明珠她毕竟和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我们不可能割舍掉和她的心情。我希望你能理解。顾明珠压下内心的不满，脸上露出一抹温柔的笑容。依依，你就听三哥的吧，只要你能好好的改过自新，以前你对我做过的事，我都不和你计较了。我们好好相处，一起孝顺爸妈，别让他们操心了。顾轩温柔地看向顾明珠，还是明珠识大体，从小接受好的教育果然还是有用处的。接着又转头看向楚依依，依依，你今晚就和明珠一起睡帐篷吧，你们姐妹也可以趁机增进一下感情。既然三哥都开口了，那我就听三哥的，把我的帐篷分一半给你睡，让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帐篷吧。楚依依好笑地看着顾明珠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把我的帐篷分一半给你睡，让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帐篷。你再说一遍，谁的帐篷？顾明珠脸上的笑容一僵，脸色青一阵红一阵。明珠都主动低头向你示好了，你就别那么斤斤计较了。想占我的东西，分一半来给我示好，你们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谁的帐篷这重要吗？不管帐篷是不是明珠的，她愿意分一半给你睡，都证明她心善，你又何必那么斤斤计较？你就不能像明珠一样大度一点吗？楚依依翻了个白眼，她不想再和这种没脑子的人废话。楚依依冷冷地看向顾明珠，我数3声，立刻把我的东西收拾好还给我，别逼我自己动手，你承担不起我的怒火。顾明珠咬了咬唇，就算这些东西是你带来的，但他们现在在我手里，就已经是我的东西了，你休想抢走我的东西。顾明珠看向另外3人，愤怒地说道：你们还愣着站什么？快就好准备阻拦他啊！秦修寒和段江还有张佳佳立刻从看戏模式切换出来，赶紧爬起来，每人拿起一根手臂粗的木棍。楚依依，你别和我们对着干了，你向顾明珠道个歉，然后和我们一起组队吧，否则你一个女孩子晚上一个人在森林里很危险的。虽然我讨厌你，但我也不想看你死在森林里，只要你肯道歉，我就同意让你和我们一起组队。之前我们是没反应过来，才被你殴打了，现在我们做好准备，你一个人是打不过我们这么多人的，你还是别闹了，低头认输吧。3声落下，楚依依没有和他们废话，抬脚向前。秦修寒和段江拿着木棍挡在他面前。楚依依，别赌气了，我们并不想欺负女人，别逼我们真的对你动手。认错并不可耻，道歉吧。楚依依冷笑，错，我何错之有？错的是你们这群眼瞎的无耻之徒，抢了我的东西还逼我道歉，9年义务教育就教出你们这种货色，一群脑残。楚依依快速地踹出2脚，把段江和秦修寒踹飞出去，他们狼狈倒地，发出2声惨叫。张佳佳吓得一哆嗦，害怕的赶紧躲开。楚依依径直向顾明珠走去，顾明珠尖叫一声，三哥。顾轩立刻张开双臂，挡到顾明珠面前。楚依，顾轩话没说完，也被楚依依一脚踹飞。顾明珠吓得全身颤抖。我还给你，你别打我。忘了。楚依依左右开弓，在顾明珠脸上狂扇。顾明珠被扇得叫都叫不出来，脑袋被扇得快速的左右摇晃。等楚依依停下来，她的脸已经肿得像猪头一样了。楚依依像丢垃圾一样把顾明珠丢到一旁，顾明珠脑袋已经被打懵了，被丢到地上也没回过神。楚依依懒得管他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她看到自己的驱蚊露被用掉了半瓶，气得火冒3丈。在收拾好东西离开之前，忍不住又去踹了顾明珠一脚。马德，要是杀人不犯法，老娘非得撬开你的脑子看看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不是屎？又蠢又自私，废物东西！楚依依，你适可而止，明珠已经被你打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肯罢休，你怎么那么恶毒？楚依依愤怒地踹了他一脚。闭嘴，你也一样，垃圾东西！顾轩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脑袋磕到了地上的石头，他也懵了。楚依依冷哼一声，拿着自己的东西回到自己的基地。在楚依依走后不久，顾明珠终于缓过劲来了。三哥，他一头扑进顾轩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三哥，我好痛，
楚依依她好过分，我对她那么好，她还那么残暴的打我，我都被她打毁容了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来没受过这种羞辱和委屈。三哥，你要为我报仇。顾明珠哭得伤心欲绝，顾轩听得心疼不已。明珠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白白受委屈的。楚依依，你给我等。这几天事情的发楚依酵，直播间背后的观众也真正看清了众人的面目，转而开始支持楚依依，节目热度也开始攀升。第二天，天色刚微微亮，楚依依就起床了，空气真好。很快，微博上出现了一条热搜：井号荒野求生一节已上线速来井号。随着这条热搜的上升，直播间人数也开始迅速攀升。楚依依去河边简单洗漱完，转身走进了森林，帐篷和其他装备她就放在原地。她不信顾明珠他们还敢来偷。楚依依在森林里捡了4颗鸡蛋，采了一些蘑菇。可等她回到住处，眼前的一幕让她傻眼了：20-30只猴子正在她扎营的地方翻搅着她的帐篷和登山包。帐篷和充气床已经被撕成碎片，登山包里的东西也被倒了出来，散落一地，一大半的东西都已经被猴子弄坏。楚依依脸色僵住，血压开始迅速升高，怒火在心里熊熊燃烧。哪里来的泼猴，竟然毁了我的帐篷和行李！楚依依怒吼一声，发疯似的冲向猴群。楚依依一个巴掌扇飞一只，一脚踹飞2只，猴王上来也被楚依依哐哐2下打得眼冒金星，猴子们都震惊了。猴王当机立断，发出信号让猴子们撤退。别跑，毁了我的东西，别想就这么走了，老娘要扒光你们的猴毛！楚依依怒火中烧，她把腿追进森林，她的速度极快，猴子们都惊呆了，直播间里的观众也全都惊呆了。有人把楚依依在地上阴暗爬行、荡树藤去追猴子的视频录屏发到微博上。井号楚依依大战猴群，井号瞬间登顶热搜，楚依依瞬间爆火全世界。森林里，楚依依一把抓住精疲力尽的猴王，一个大逼斗扇到他的脸上。就是你带着这群泼猴破坏我的东西，敢抢我的东西，就算你不是人，老娘也不放过你！楚依依对着猴王一顿拳打脚踢，随后楚依依把猴群的所有猴子都一一抓住揍了一遍。最后，地上躺了一地的猴子，那些猴子全都鼻青脸肿，他们看着楚依依，眼神充满恐惧，身体瑟瑟发抖。你们应该庆幸你们是保护动物，否则看我不剁了你们的手脚！你们怎么和峨眉山的泼猴一样讨厌呢？那么喜欢破坏别人的东西，下次再敢去碰我的东西，就算国家2级保护动物的身份，也保护不了你们。弄坏了我的帐篷和行李，还害我毁了我的早餐，赔！一群垃圾！楚依依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荡着树藤往回走。路上，她抓了一只在下蛋的鸡，把鸡和蛋一起带回去。回到驻扎地，楚依依把能用的东西整理好，不能用的丢到一边，随后开始做早餐。烤鸡和蘑菇的香味飘得很远，顾明珠和顾轩、秦修寒、段江、张嘉佳，他们5人都闻到了，好香啊！楚依依已经开始用餐了呀，有烤鸡的味道，好香，还有煮蘑菇的味道。楚依依真厉害，竟然还能找到的蘑菇，把鸡烤得这么香，太诱惑人了，我肚子又开始叫了。其他人也忍不住咽了口口水，纷纷转头看向楚依依所在的方向。节目组怎么还不派人来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他们也该发现我们被留在了森林里，重新派人来接着拍摄，或者接我们回去了吧？怎么还是没人来？节目组到底搞什么鬼？等见到他们，我一定要好好和他们算账。众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。我好饿呀，你们去找点吃的吧，也不知道节目组什么时候会来，我不想这么干等着了。好，我们先弄点吃的吧，吃饱了继续等。秦修寒、段江，我们3个男人去找食物，让2个女孩在这里继续等。秦修寒和段江站起身，好。 3个男人信心满满的进了森林，他们都觉得楚依依每次都能那么轻松的抓到猎物，他们也能。明珠，我们先去捡一些干木柴吧，等他们打猎回来，就可以直接生火烤肉了。你竟然命令我做事，还是要我去做那种农民才做的低贱活？我没有命令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提议。我才不去捡木柴，我做不来那种事。你既然提议了，那你就自己去吧，记得多捡一点。我们5个人要烤的肉比较多，少了烤不熟。张嘉佳一张脸青红交加，最终他什么也没说，一个人郁闷的去捡木柴了。他没楚依依的胆子，敢和顾明珠叫板。顾明珠坐在河边，一边闻着烤肉的香味咽口水，一边继续向河道远方张望。怎么还不来？该死的节目组，你们最好全死了！过了将近1个小时，顾轩和秦修寒、段江才从森林里出来。顾明珠看到他们手上空无一物，脸色瞬间一沉。哼，你们怎么空手回来了？猎物呢？猎物都跑进森林深处了，我们走了很久才发现几只鸡的踪影，但他们今天变得更敏捷了，跑得太快，森林里又太多草木遮挡，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就跑没影了，我们抓不着，只捡到几颗鸡蛋。
他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4个鸡蛋，段江掏出3个，顾轩也带了4个，一共11个鸡蛋。我们5个人，一共11个鸡蛋，每人2个，还多出1个呢。先凑合着吃了垫垫肚子吧，等节目组来了，再问他们要点吃的。我不喜欢吃鸡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楚依依每次都能抓到猎物，你们却一次都抓不住？你们还是男人呢？3个男人比不过楚依依一个女人，你们丢不丢脸？顾明珠看到顾轩3人空手而归，气得破口大骂。秦修寒怒火也上来了。楚依依是女人，你和她一样也是女人，她能做到的，你凭什么做不到？你自己去抓，你要是能抓到，才有资格来骂我们，否则你一个什么都没贡献过的人，没资格在这里逼逼赖赖。顾明珠愤怒地瞪向他，你敢骂我？我不和你们组队了，我手里的鸡蛋都是我自己捡到的，我拿着我的东西自己弄。我去和修寒一起吧，他一个人不安全。说完，2人拿起自己的背包，重新去找驻扎的地方。张佳佳也想跟他们走，但顾明珠一个眼刀看过去。你也要和他们走吗？张佳佳尴尬地扯了扯嘴角，连忙摇头，没有，我就看一眼。他的咖位没有秦修寒和段江大，不敢像他们一样和顾明珠对着干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顾轩沉默地把鸡蛋放下。顾明珠似乎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不小心把顾轩也骂了。三哥，我刚才不是骂你，在我心里，三哥你特别厉害，就像战无不胜的超级英雄一样，你是我的偶像，在我心里你最棒了。抓猎物那种农活，哥哥你从来没接触过，抓不到也很正常。顾轩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。先把鸡蛋弄熟了吃吧。他们没有锅，只能把鸡蛋放在火上烤，大火烧了5分钟。突然，4个鸡蛋全爆炸了。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炸了？顾明珠惊慌失措，惊恐地躲到顾轩身后。别怕，是鸡蛋爆炸了，现在没事了。鸡蛋怎么会爆炸？我记得鸡蛋不能放进微波炉里加热，会爆炸，没想到放火里烤也会爆炸。那4个鸡蛋是我们的午餐，现在鸡蛋都爆炸了，我们吃什么啊？顾明珠愤怒地看向张佳佳，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？你是农村出生的，这种常识你肯定知道，你是故意不说，害我没东西吃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没有故意不说啊，我也不知道鸡蛋会爆炸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一个农村人，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常识？我没烤过鸡蛋，真的不知道。你还敢顶嘴？因为你的疏忽，我和哥哥的午餐都没了。你现在自己去森林里帮我们重新找食物，找不到就不用出来了。我一个人去吗？我害怕。少在这里装柔弱了，你一个农村出生的，会害怕进森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是故意装害怕，想让我哥哥和你一起进森林，想借机勾引我哥哥吧？我没有。呵呵，你别白日做梦了，就凭你也得想勾引我哥哥，你的身份进我们家当佣人都不配，有点自知之明。张佳佳气得发抖，我真的没有要勾引你哥哥的意思。如果你真不想勾引我哥哥，那你就自己进森林去找食物，用行动证明，而不是口空狡辩。张佳佳咬了咬唇，最终只能红着眼眶，一个人走进了森林。哼，雕虫小技，还想骗我？顾轩怔怔地看着顾明珠，眼里满是震惊和陌生。眼前的顾明珠，他有些不认识了。这个刻薄刁蛮的顾明珠，真的是他那个温柔懂事的妹妹吗？明珠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张佳佳她一个女孩子，一个人进森林不安全，你不该逼她进去了。万一她迷路或者出什么意外怎么办？顾明珠嘟起嘴，委屈地红了眼眶。三哥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教训我！你做的不对，我身为一哥，教你改正，这不是教训，是为你好。顾明珠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，委屈的抽噎。我被丢在这种破地方，身上被蚊子咬得到处是包，脸被楚依依那个坏女人打肿都快毁容了，牙齿磕到半颗，晚上睡草地，睡得全身都疼，还从昨天早上到现在都没东西吃。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心情不好，发了点脾气，语气差了点而已。哥哥你就为了外人怪我，一点都不关心我。哥哥你变了。顾轩见他掉眼泪，瞬间慌了。对不起，是哥哥错了，你别哭了，哥哥不怪你了。明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是节目组的错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另外那几个人也错了，他们看到你受这么多委屈，还不体谅你，不知道顺着你，他们都是坏人。等回去之后，哥哥会帮你出气的，尤其是楚依依。好，哥哥你要说话算数，其他人就算了，楚依依一定不能放过他。我会让楚依依付出代价的。顾明珠眼神变得阴险狠毒。楚依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此时，直播间背后的观众着实被气得不轻。卧槽，气得我血压都升高了。顾明珠怎么那么坏，居然把张佳佳一个人赶去森林里找食物？这要是真的荒野，没有节目组的人在暗中把危险驱离，张佳佳遇到危险他负责吗？顾轩的脑子是摆设吗？顾明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
楚依依才是他的亲生妹妹啊，他居然为了一个假妹妹要报复自己的亲妹妹，他脑子没事吧？你们看到顾明珠那阴狠的笑容了吗？看得我后背发凉，太可怕了！哈哈哈，这个节目把顾明珠的真面目都拍下来了，真期待她知道真相的那一天啊！张佳佳进森林里只捡到了2枚鸡蛋，顾明珠看到，气得对她破口大骂，然后把鸡蛋抢过来，她和顾轩一人一个。张佳佳继续饿着肚子，张佳佳不敢有丝毫怨言。节目组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怎么还不来接我们？好像啊，楚依依又在烤什么？哥哥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顾轩点了点头。楚依依正在烤鱼，真香。顾轩和顾明珠还有张佳佳向他这边走来，楚依依只是把他们当成空气。过了10几分钟，烤鱼和蘑菇鱼片都好了，楚依依开始吃喝。依依，你做了这么多菜，你自己一个人肯定吃不完，分点给我们吃吧。喂，这么多东西，你吃不完也是浪费，咱们要节约粮食，不能浪费食物，否则会损阴德的。哥哥也是想帮你。喂，依依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不能吃独食，分一点给哥哥吧。少来攀亲，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，忘记我警告过你的话了吗？以后在外面见了我，别说和我是一家人，我嫌晦气。我出钱买可以了吧？你让我和明珠吃一点，等回去之后我给你钱。楚依依抬眸，似笑非笑地看向他。你当真要买？我当真要买，你开个价吧，就算高于市场价，我也买得起。一个人100亿，2个人就是200亿，你们答应了我就给你们吃。顾明珠气愤地瞪大双眼，你穷疯了吧？你就算煮的是金子，也不值这个价钱啊！是啊，我穷疯了，毕竟你亲妈当年把我抱走之后，就把我丢去了贫民窟，不像你从小锦衣玉食，每月零花钱几10万，和你相比，我可不是穷疯了吗？你别针对明珠，明珠妈妈做的事比她无关，你受的苦不是明珠造成的。况且明珠她亲妈已经为当年做的错事付出了代价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她是他妈做坏事后的既得利益者，我凭什么不能针对她？你说她妈妈付出的代价，是指你们把她开除，然后帮她购买别墅，让她过好日子的代价吗？这代价可真大呢！你怎么知道？顾明珠跪下求你们放过她亲妈，我可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还听见你说是没有她亲妈当年把我和顾明珠交换，你们就没有顾明珠这么好的妹妹和女儿，所以你们一家子为了感谢那个罪魁祸首保姆，不仅替我原谅了她的罪行，还给她买别墅，给她一大笔钱让她颐养天年。你们还商量着为了蒙骗我，故意骗我说那个保姆被你们送去坐牢了。顾轩被堵得说不出话来。你怎么能偷听别人说话？果然是个没教养的。对，我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教养，毕竟我做不出心安理得享受别人的人生，还想整死对方那种事，我也做不出感激一个害自己亲妹妹受苦受难的人这种事。你们这种教养，我可不敢学。顾轩脸色苍白。依依，三哥，你别听楚依依乱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害她，我平时都是劝你们包容她，你都忘记了吗？楚依依，你现在只会往明珠身上泼脏水，根本没办法和你沟通。我现在也没心情纠正你，等回去之后，我会和爸妈商量，帮你请心理医生看看。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看医生，但你需要看的是精神科医生。我很怀疑你脑子是不是有病，或者是你们顾家天生脑残。我现在不想和你吵，我只问你能不能主动把东西分给莱拉吃。不分。你太自私了，我身为你哥哥，今天就好好教教你，我们一起上，把他绑起来，让他长长教训。他要是反抗，就直接动手打他。他从小吃苦，皮糙肉厚，打几架没事的。所有人都饿惨了，他们开始从周围找武器，然后把楚依依围起来，一定要把楚依依制服，抢走她的食物。楚依依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们，看来白痴是会传染的。一个顾轩把所有人都传染成白痴了。依依，你现在服软还来得及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喂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他挥了挥手，大家扬起手里的武器，向着楚依依动手。一阵噼里啪啦之后，楚依依拍了拍手，一脚把顾明珠踹开，看着倒了一地的众人。你们是不是失了智了？我已经打过你们2次了，你们还敢来挑衅我？之前你们不怎么饿的时候都打不过我，现在饿了这么久，就更没机会了。还是说你们觉得之前是你们发挥失常？都给我滚！别在我面前影响我的食欲。他们非常不服气，但也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此时顾家人也在看着这档直播。前阵子忙股份转移的事情，好不容易今天才空下来看看他们宝贝女儿参加的节目。刚进直播间时，他们看到上亿的在线观众，都惊呆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看直播？这档综艺这么火吗？这些观众一定是冲着明珠去的。明珠漂亮优雅，
善良识大体，吸引到这么多人也正常。毕竟是我们从小宠到大的小公主，她这么优秀，证明我们的成功。这次明珠如愿的火了，她一定会成为全娱乐圈最火的明星。明珠不愧是我们最骄傲的小公主，她永远是我们的骄傲，不像楚依依那个逆女。好好的，提那个逆女干什么？别影响我们的食欲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快点进直播间吧。林一一脚把鼻青脸肿倒在地上的顾明珠踹开，顾家人一进直播间便看见这一幕，而上面的弹幕全是夸楚依依打得好的，甚至还有很多说打得太轻了，让他把顾明珠和顾轩打死。一姐打得好，一姐威武，就应该好好教训这个顾明珠，她实在是太恶心人了，看见她就来气。卧槽，顾家竟然做得那么过分，竟然还帮那个罪魁祸首保姆买别墅，给钱给她养老，这太过分了吧？他们是一点都不心疼楚依依啊！楚依依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投胎进顾家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要诅咒顾明珠和顾家这一家人。顾璇真是没脑子，竟然还帮一个害自己亲妹妹受苦的罪魁祸首求情，还给他那么多好处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就没想过楚依依受了那么多年苦吗？一姐打得太轻了，他们都还能喘气，差评。顾轩就是个没脑子的蠢货，一直被顾明珠牵着鼻子走。顾明珠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顾明珠说2句话他就针对楚依依。老天快收了他们2个蠢货吧，我受不了了。明珠，我的宝贝女儿，楚依依这个孽种，她怎么能这样欺负明珠？明珠被她打得那么惨。我虽然让他签合同，要求他在节目里找明珠麻烦，以此来衬托明珠，可他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啊！明珠的脸都被他打肿了，这样明珠还怎么上镜？依我看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把明珠打毁容，这样她就成了节目里最漂亮的女明星了。大家都看她好深的心机啊！立刻联系那个孽种，让他收敛一点。他要是再敢这样欺负明珠，等他回来之后，我定不放过他。众人正疑惑为什么所有人电话都打不通时，管家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是因为节目组收走了嘉宾的手机，楚小姐的手机不在自己身上，所有嘉宾的手机都不在自己身上。”顾建国沉着脸看向顾燕：“你知道节目导演的电话吗？你现在立刻联系导演，让他看着点楚依依，别让他欺负明珠。”我可怜的明珠，她从小到大都没吃过苦，却被楚依依打成那样，她一定很痛，也很委屈，心疼死我了。顾燕点了点头：“我这就让人查一查导演的电话。”管家弱弱的发声：“没用的。”众人蹙眉看向管家：“你怎么知道没用？这是导演和投资商故意设计的。现在导演组都不在森林里，只有几个嘉宾在。听说其他艺人的经纪公司都在疯狂的联系导演组，甚至还有人报警了，试图中止导演组的拍摄，但都没有用。我3言2语也说不清楚，你们自己上网查一查，就一清二楚了。”他们4人开始上网查询这个综艺，看完之后，所有人脸色阴沉如水。节目组怎么能这样？他们怎么能这么卑鄙的搞偷拍？明珠都被他们毁了。等明珠知道真相后，她一定接受不了。李玉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看向大儿子和二儿子：“你们私底下都是这样对待依依的吗？”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这样对她有错吗？你别忘了，是你让我们别对楚依依太好，要加倍对明珠好。无论什么事，都要站在明珠身后支持她，维护她，免得她觉得我们不把她当成一家人，伤心难过。李玉身体浑身一颤，脸色煞白：“是我，竟然是我要求的吗？”妈，你不会同情楚依依了吧？你看节目里楚依依是怎么打明珠和3弟的，她就是个疯子，不值得同情。李玉只觉得喉咙干涩，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。直播里的顾明珠和她认识的宝贝女儿完全像是2个人。我相信明珠心性是善良的，她是突然落到那种环境里，遭受了一生都没遭受过的苦，被逼得失去了理智，才会性情大变。我们不该怪她的，也不该误会她的。她若是知道我们误会她，她该有多伤心。老公，你说的对，明珠受了这么多苦，都被折磨的性情大变了，我居然还怀疑她的人品，我真该死。李玉抹了抹眼泪，看向顾燕：“已联系公关团队，帮明珠维护一下名声。那么多人都在骂明珠，要是让她看见了，她会受不了的。”啊，不用您说，我也会做的。节目组那边我也会继续联系。顾家人都脸色阴沉地盯着大屏幕，他们的宝贝明珠成了楚依依的陪衬，他们眼里充满怒火和阴狠。楚依依，这个仇结大了。楚依依吃着烤鱼，突然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，刚吃进嘴里的鱼直接被喷了出去，接着他又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。谁在背后偷偷骂我吗？不会那几个白痴又在憋坏水，还想来找我麻烦吧？楚依依嗤笑一声：“来吧来吧，今天本来就被那群野猴子搞得一肚子火，他们主动送上门来给我当撒气包，我不会客气的。”可惜那几个人都没有再过来。
楚依依躺在草地上，看着天上的夜空，慢慢的闭上眼睛睡着了。第3天，楚依依起床洗漱完毕后，进森林里找吃的。顾轩和顾明珠等人继续等待节目组派人来。5个人望眼欲穿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心情一日比一日暴躁。今天3天了，他们已经饿得手脚发软，坐下站起都会眼前发黑了。节目组到底搞什么啊？这都第3天了，他们怎么还不派人来找我们？他们不会把我们忘记了吧？节目组的人不会全都被毒死了？没人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所以才会没人来救我们吧？顾明珠愤怒的一脚踹到张佳佳身上。你给我闭嘴，少在这里乌鸦嘴。张佳佳咬了咬唇，不敢有意见，只能默默地离远了一些。如果被佳佳说中了，真的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找不到食物，难道要活生生被饿死吗？我也觉得节目组的人估计都被毒死了，否则以我们的名气，他们不可能忘记我们的。就算他们忘记了我们，我们的经纪人也不会忘记我们的。只有一种可能，节目组的人全都没有活着回到岸上，我们的经纪人都联系不上他们。节目组为了拍摄保密，没有泄露过拍摄具体位置给别人。就算我们的经纪人发现联系不上的节目组报警找我们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这里来。等到有人找到我们，说不定我们已经被活生生饿死了。秦秋寒这番话让众人更加绝望了。三哥，你快想想办法啊！我不想死在这里，我要回家，我还想见爸爸妈妈和大哥二哥呢。要不我们再去找楚依依，我们向她道歉，让她找食物的时候帮我们找一点，这样至少不会饿死。顾明珠咬着牙，一脸怨恨。我才不要向他道歉，他把我打得那么惨，应该是他来向我道歉。段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回他的话。都快饿死了，还在这里嘴。段江提议他们一起去找楚依依道歉，分点食物。我同意你的提议，我们一起去找楚依依吧。我也和你们一起去。顾明珠愤怒地对着张佳佳吼道：“你给我回来！你不准去！你要是敢去投靠楚依依那个贱人，等回去之后，我就让我大哥联合整个娱乐圈封杀你，让你永无出头之日。”张佳佳脸色苍白，脚步像是生了根，不敢再往前走半步。段江皱起眉头，对张佳佳说：“命都快没了，你还想着前程？你是觉得命重要，还是前程重要？”段哥说的没错，而且混不了娱乐圈，还有其他行业可以混，他总不能全行业都封杀你吧？活着才有希望。张佳佳感动得红了眼眶，她抬起脚走向段江和秦修寒。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找楚依依。看着三人离开，顾明珠气得抓狂。你们好样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，等回去之后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三哥，他们太过分了。我觉得他们的决定没错，我们自己找不到食物，就算找得到食物，我们也不会烹饪，这样下去，我们迟早会饿死啊。可是我不想和他道歉，他把我打得这么严重。昨晚我仔细回想了一整晚，依依每次对我们动手，都是在我们招惹他之后，他才出手的。依依他或许没有你说的那么坏，他不会无缘无故刁难我们。三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竟然在帮楚依依说话，你竟然觉得他不坏，他不坏，那就是我坏了。你难道忘记他平时是怎么欺负我的吗？就这2天，他都一直在辱骂和殴打我，他还不坏？那你说，我们找不到食物，不会烹饪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等着饿死吗？顾明珠被问住了，可她还是不想向楚依依道歉。那个贱人，她根本不配。楚依依就应该当我的奴隶，一辈子被我踩在脚底下。一个奴隶有什么资格让我道歉祈求？可是我真的好饿，我不想死。顾明珠咬了咬唇，声音放柔了许多。我可以委屈点去向他道歉，但等离开这里之后，你要帮我报仇，我不能白白挨这一顿打。好，放心吧。二人也向着楚依依所在的方向走去，却没发现楚依依的身影。那个贱人跑去哪里了？他应该是进森林里找吃的了，我们进去找他，顺便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自己找到食物吧。顾明珠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顾轩进了森林，没多久就遇到了段江他们。段江诧异地看向他们：“你们不是不打算向楚依依道歉吗？怎么也来了？”明珠只是一时气话，找到楚依依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顺着有人走过的路走，希望能找到她吧。不过楚依依不止进过一次森林，她走出了好几条路，我们不知道她往哪条路走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她。干嘛不在外面等着她出去，非要进来找？里面那么多蚊子和虫子，咬得痒死了。如果我们不在她找食物的时候示好，让她帮我们也找一份，我们又要饿1天。让她再进去找一次就是了。段江懒得搭理他了。当自己是皇帝呢，还想发号施令？楚依依能顺带给我们一点吃的就不错了，还想让她单独又去帮忙找吃的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前方突然传来张佳佳惊喜的声音：“我听见那边有动静，会不会是楚依依？”几人向前跑去，终于看到了楚依依的身影。此时的楚依依
正在树林间穿梭，追着一群猴子。你们这群泼猴，居然还敢埋伏我！看来昨天我下手轻了，你们居然还敢计划着报复我！今天我一定让你们知道，老娘的拳头为什么这么硬。话落，他伸手逮住了一只猴子，然后把它按在地上一顿狂揍。猴子被打得嗷嗷叫，其他猴子急得抓耳挠腮，龇牙咧嘴。但楚一一个冰冷的眼神看过去，他们竟然被吓得不敢上前。顾轩等人全都呆住了。楚一一他也太强了，他竟然能抓猴王！他们对楚一一全都刮目相看了。看着楚一一揍猴王的凶狠程度，他们忍不住汗毛直竖。如果楚一一用揍猴王的架势去揍他们不死也得残。楚一一足足打了半个小时才停止殴打。楚一一冷冷地看着猴王，记住了，我才是王，以后再敢埋伏我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，我会把你和你的猴子猴孙的手脚全部打断。猴王吓得抖了抖，眼里充满恐惧。楚一一呸了一声，把他一脚踹开，其他猴子马抬起猴王就跑，转眼的功夫就跑没影了。楚依依，身后传来张佳佳的声音。楚依依回头，另外5人整整齐齐地站在不远处，全都眼神复杂地看着他。有事。张佳佳对着楚依依来了个90度鞠躬。楚依依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不应该针对你，更不应该抢你的东西，我现在诚挚地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我啊。段江和秦修寒也跟着90度鞠躬，一脸愧疚的道歉。楚一，对不起，我也错了，我一个男人不应该欺负你一个小姑娘，我现在向你道歉，等离开这里后，我会补偿你的，希望你原谅我。楚依依，我也知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也会给你补偿的，以后我也会给你介绍资源，你原谅我吧。顾轩拉着一脸别扭的顾明珠一起上前，对他微微鞠躬。依依，三哥之前做的不对，还请你不要和我计较那么多，以后哥哥会好好对你，努力弥补对你的亏欠的。我之前不该抢你的东西，但你也打了我，我们算扯平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找你麻烦，希望你能不计前嫌，我们好好的相处。楚依依冷漠地看着这群人，你们来找我就是为了道歉。众人点头。顾明珠迫不及待地说，现在我们已经道歉了，你也原谅我们了，以后在这里的日子，我们要作为一个团队好好相处，团队自然要互相帮助和扶持。楚依依，你今天找食物的时候，把我们的分量也一起找回来吧。楚依依冷笑一声，轻飘飘的一句道歉，就想把我当奴仆使唤，让我做牛做马的帮他们找吃的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原谅你们了？楚依依，你怎么那么小肚鸡肠？一点小事而已，我们都已经道歉了，你还斤斤计较抓着不放，未免太小气了。空气被打的是我们，吃亏的一直是我们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？我就小肚鸡肠怎么了？你们吃亏是因为你们打不过我，如果我不是练过，现在我的下场绝对不可能比你们好，你一定会让他们把我打得站不起来，甚至要了我的命都有可能。你做不了了，是因为我有能力压制着你，而不是你不饿，懂吗？顾明珠脸色青一阵红一阵，你才饿，你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挨饿，我们饿得快死了，你都不帮忙，你这分明是想害死我们，谁能有你恶毒？你要是不帮我们，我们真出了意外，我们就是被你害死的，你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。明珠，别说了，他们明明说好了要好声好气的来道歉，求楚依依帮他们，顾明珠怎么又开始威胁起楚依依了？段江愤怒地看向顾明珠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我们是来求楚依依帮忙的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放不下大小姐的姿态，你就滚回去饿死算了，别来拖我们的后腿。我知道明星人前一套人后一套，可你人后这一套也太没脑子了，真不知道顾家什么毛病，放着楚依依这种有颜有能力的女儿不要，要你这种无脑又虚伪歹毒的假货。你们竟然骂我！顾明珠立刻红了眼眶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，委屈的看向顾轩。三哥，他们欺负我，你帮我报仇。顾轩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三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答应过爸妈还有大哥二哥会保护我的。顾明珠越想越气，哭得也越大声。明珠，别闹了，这本来就是你的错，你答应过会摆正态度，好好的向依依道歉的，可你没说2句话，却又开始威胁她。三哥，你也觉得我错了？我被他打成这样，我能低头认错就不错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求那么多？明明错的是楚依依，却要求我道歉，我都道歉了，又说我态度不好，我被欺负了还要被迫道歉，我态度差点怎么了？早知道你保护不了我，还不如不让你跟着一起来呢。你跟着一起来，保护不了我就散了，还帮着外人欺负我，你是个没用的骗子。顾轩的脸色难看至极，眼里露出一丝不耐烦。这2天，顾明珠闹得过了头，这让他心烦。段江重新看向了楚依依。楚依依，我们和顾明珠不一样，我们是真的意识到错误了，真心的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接受我们的道歉。你们做错事道歉是应该的，证明你们还有点三观。道歉是你们的自由，
原不原谅也是我的自由。你们想悔过，不代表我就必须原谅你们。你们对我做过的事，就算道歉也无法把伤害收回去，所以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。还有一点，我不会给你们食物。我虽然不像顾明珠那么虚伪歹毒，但我也不是烂好人，不会去帮助伤害过自己的人。你们有手有脚，可以自己找食物吃。节目组投放的家禽都是受了伤，还为了要的，行动迟缓，很容易抓到。动物都有个共同点，到陌生环境之后，都喜欢找隐蔽的地方藏起来。说完，楚依依转身往森林更深处走去。你们看到了吧？他一点良心都没有，他就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里。你们还低声下气的去求他，现在丢脸了吧？哼，没有人搭理他。三人也往森林深处走去。明珠，你怎么和变了个人似的？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你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明珠身体一僵，马上放柔声音，委屈的哭出声。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牙都被打掉了，脸被打得肿成猪头，身上还被蚊子和虫子咬得没有一处好皮肤，还没有东西吃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被逼得性情大变。哥哥你不关心我就算了，居然还怪我，我好伤心。呜呜呜！顾轩顿了顿，有点心疼。对不起，是三哥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楚依依不肯帮我们怎么办呀？难道又要饿着吗？我饿得都快走不动路了。我们再找找，就算抓不到家禽，找几颗鸡蛋也行，至少能活下去。顾明珠不情不愿地跟着顾轩走，心里却一直在骂废物。顾轩要是有楚依依1/10的能力，我也不至于饿肚子，连一个女人都比不了。废物。顾明珠真能扯，这都能编借口。顾轩也是真没脑，这都信。还好楚依依没原谅他们，这种人不该被原谅。快把大画面转给一姐吧，我宁愿看一姐发呆，都不想看顾明珠这个女人。半小时后，楚依依提着一只兔子回到驻扎地，看到顾明珠他们几人都是一副受惊的模样，身上衣服乱糟糟的，头发也被弄得像鸡窝似的。顾轩尤其惨，身上的白 T 恤上染了很多血，脸上还有很多抓痕，精神也萎靡不振的。很明显，他们在森林里遇到了可怕的事情。楚依依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，她也没兴趣，提着兔子去河边处理。顾明珠捡起一块石头，用力砸向楚依依。楚依依敏捷地躲开，她立刻捡起一块石头，回敬了楚明珠。石头砸到了顾明珠的头上，她愤怒地瞪向楚依依，尖声吼道：楚依依，你居然拿石头砸我，你太恶毒了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是你先动手的，自己挑衅在先，就做好被反击的准备。我不是没砸到你身上吗？你却往我头上砸，我现在头上好痛。你没砸到我身上，是因为我躲开了。你一开始是对着我身上砸的，你没躲开，是你没用，活该被砸。我就是对着你身上砸的，想砸死你怎么了？谁让你把我们害得这么惨？你得罪那群猴子，他们跑来报复我们，对我们又挠又拿东西砸我们，我的头发还被扯下一撮，这都是你害的。楚依一脸愕然，他们这么狼狈，是那群猴子干的。干得漂亮，谁让你们打不过猴子？废物，活该被猴子打。你再避避，我就再去把那群猴子引过来。顾明珠不敢说话了，她委屈地对顾轩说：哥哥，我真的好饿了，你再去找楚依依说好话，让她分点吃的给我们吧，我快受不了了。顾轩苦笑一声，没用的，依依她不会给的。三哥要是能自己弄吃的，我也不至于这么惨。顾轩躺在地上，怔怔地看着天空，神情有些麻木。他们遇到猴群的时候，顾明珠拉着他挡在面前，还把他的衣服脱了蒙住脑袋，他身上没了防护，被抓的全是血痕。可事后顾明珠都没关心一句，只是一直在骂楚依依，怪楚依依得罪了猴群，害他们被猴群袭击。他现在觉得头好晕，他只觉得好累好累，累到都无法思考。顾明珠完全没注意到顾轩的异常，其余三人也没注意到，他们几个人被猴群围攻，都多少挂了彩。顾轩尤为严重，然而却没有人注意到此时顾轩的异常。他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楚依依的食物上面。真香！楚依依吃烤肉吃得太香了，顾明珠实在看不下去，气愤地离开。秦修涵和段江还有张佳佳也起身远离了这里，他们可能是被饿晕头了，都没人发现顾轩还躺在地上。楚依依发现了顾轩，但他没有当一回事，继续吃烤肉。顾轩不会挂了吧？节目组玩这么大吗？顾轩都这状态了，还不派人去救援？虽然顾轩脑残，但罪不至死吧？顾明珠真是歹毒啊！顾轩伤得这么重，和他脱不了关系。顾轩这是活该，让他无脑袒护顾明珠，自己养出来的白眼狼，他就该受着。还好被祸害的不是别人，顾轩这是属于自作自受。顾家几人看到直播间里顾轩的状态，都非常着急。太过分了，节目组太过分了，轩儿都伤成那样了，还不派人去把轩儿带走治疗？他们是想看着轩儿病死吗？轩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要让整个导演组陪葬。明珠这次做的有点过分了，拉3弟当日又挡台，还扯掉他的衣服，
本来三弟不至于伤这么重的。更过分的是，楚依依看到三弟躺在那里还不管不顾，她太冷血了，太没良心了。明珠是因为受到惊吓，惊慌失措之下才会拉三弟当挡牌的。遇到猴群的时候可以说他是受到惊吓，但事后看到三弟受伤，他都没关心一句。走出森林时，三弟都走不稳了，他都不扶一下，还是张佳佳扶三弟出来的。刚才他自己离开，也不管三弟，这些要怎么解释？行了，别吵了了。明珠只是受了太多委屈，脑子转不过来，才会有那些表现的。你们身为哥哥，应该心疼和体谅妹妹的不容易，而不是在这里指责她。楚依依这个不孝女，自己亲哥哥病倒了都不救，这种没良心的东西，怎么和明珠比？赶紧继续想办法联系节目组。森林里，楚依依吃完东西，处理现场，顾轩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。他皱了皱眉头，不会挂了吧？犹豫片刻，他起身走到顾轩面前，用脚踹了他一脚。喂，还活着吗？顾轩一动不动。楚依依蹲下身，伸手掐住他的手腕，感受着他的脉象。过了片刻，他松开他的手，撩开他的衣服，看了一眼他身上的伤。真麻烦。他转身走进了森林里。不一会儿，他从森林里出来，手里拿了一把鲜嫩的草药。他把草药捣烂，接着把草药抹到顾轩身上的伤口处。做好这一切，他就让顾轩继续躺在原地，没再搭理他。我去，一姐还会医术啊，还认了野生草药，一姐也太厉害了吧，爱死聪明能干的人了。没想到最后出手的竟然是一姐，一姐真是大度。顾轩以后要是再帮着顾明珠针对楚依依，那楚依依真是救了一个白眼狼。顾轩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原地，他的呼吸慢慢变得有力。一整晚，顾明珠都没有来找过顾轩，直到第二天天亮，顾明珠才一脸不悦地跑来找顾轩。他看着还躺在地上睡觉的顾轩，用力推搡他。哥哥，你怎么还在睡呀？你快起来，段江他们都去找吃的了，你也去找点吃的吧。我再不吃东西，真的要被饿死了。顾轩被推搡着醒了过来，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从草地上坐了起来，自己身上抹着绿乎乎的东西，看上去像是草药。昏睡前他发着高烧，身上又痛又没有力气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明珠，昨晚是谁去找个草药帮我涂上的？顾明珠愣了愣，低头一看，这才发现顾轩身上涂满了草药。顾明珠咬了咬唇，哥哥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这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救哥哥呀？是你帮我上的药，可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医术这方面的东西，怎么会认识草药？还能在野外找到草药帮我上药？顾明珠委屈的红了眼眶。哥哥难道怀疑我说谎吗？那哥哥觉得除了我之外，还有谁有可能会救你？楚依依对我们恨之入骨，他巴不得我们都死掉，他是最不可能救你的。张佳佳和段江、秦修寒他们对我们也充满意见，而且他们也不懂医术，他们更不可能救你。除了我是真心实意担心哥哥的安危，这里就没有其他人关心你的死活了。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会出手救你，也没有其他人有能力救你。见他委屈，顾轩语气立刻软了下来。明珠，对不起，哥哥不应该怀疑你的，只是你以前从来不懂医术，突然这么厉害，能认识野外的草药，还那么勇敢的半夜去帮我找草药，我感到意外而已。明珠别生气，哥哥错了，哥哥向你道歉。我以前的确不会医术，但我在知道这档综艺要到野外探险之后，担心会在野外遇到危险，所以偷偷学了一些野外生存常识，其中就有在野外受伤的救治教程。我是在教程里认识了野外治疗外伤的草药，也多亏了我偷偷做了功课，否则哥哥就要死在这里了。我家明珠出息了，既然这么厉害，我这条命算是你救回来的，以后隔壁一定好好报答你。顾明珠破涕为笑，哥哥你别和我那么见外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救你是应该的，只要哥哥能一直记得我的好，别因为楚依依的挑拨离间就疏离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，楚依依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你的位置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听信她的风言风语。像她那种冷漠绝情，看见自己亲哥哥快死了都没有任何反应的人，她说的话也不可信，我不会再听信她的挑拨离间，对你产生误解了。好，我记住哥哥的话了，哥哥可要说话算数哦。三哥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哥哥，今天节目组还是没有派人来，看来我们是真的被遗忘在这里了。我们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，今天再不找到吃的，我们真的会被饿死的。哥哥，你的身体既然已经恢复了，你就和段江他们一起进森林里去找吃的吧。他们商量着要往另一边走，那边应该遇不到那群猴子。说完和顾轩一起离开。直播间里，观众们都气疯了。妈的，这顾明珠太贱了！顾轩身上的药明明是的楚依依帮涂上的，他竟然不要脸的冒领功劳，真是虚伪自私的下贱货色，和他那个妈一样下作。顾轩也是没脑子，顾明珠说什么就信什么，不知道求证一下吗？他都忘记顾明珠之前对他是什么态度了吗？这种没脑子的蠢货，难怪被顾明珠这个毒绿茶玩的团团转。我合理怀疑顾家除了楚依依之外，
其余人的智商都是一脉相传的低下，否则以顾明珠那种水平的绿茶，怎么就能把那一大家子轻松拿捏了呢？看得我血压飙升了，楚依依不该救顾轩的，就应该让他病死算了，真是救了一个白眼狼。一姐以后别多管闲事了，不能再这么好心了。顾家，顾燕看着直播，她也看到了顾明珠欺骗顾轩、冒领楚依依功劳的画面，她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变换。顾明珠到底有多少惊喜是她不知道的？以前单纯善良的妹妹，仿佛只是一个假象，她看到的只有一个自私自利、恶毒、虚伪、矫揉造作的陌生人。坐在她对面的顾青欲言又止。大哥，明珠她以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，难道都是伪装的假象吗？直播间里的明珠，我觉得好陌生，我都快不认识她了。父亲说，明珠是受了刺激，才导致性情大变。应该是吧，如果是伪装，她不可能伪装那么多年都不被发现破绽。我相信她本性是善良的，现在她所表现出来的样子，都是因为受了刺激，不能把这当成真实的她。对了，大哥，爸不是让你找公关团队维护明珠的名声吗？可现在直播间里的弹幕依旧全都是在骂明珠的。顾燕摇了摇头，扭转不了风评了。这档节目关注的人太多了，有很多明珠的黑粉，还有对家作乱，加上一些求富的人带节奏。我安排的使君根本敌不过那些人的带节奏。而且，虽然我们知道明珠是受了刺激才会性情大变，做出的事有些不讨喜，但观众们不知道，他们不会相信明珠平时有多善良，有多单纯。如果扭转不了风评，等明珠回来后，知道网上的事情，看到那么多人骂她，她怎么受得了啊？我已经联系好心理医生了，等明珠回来之后，我马上安排心理医生开导她。等她回来后，我们先瞒着她这件事吧，等风头过去之后，再压一压网上的负面评论，最好别让明珠知道这件事。这怎么瞒得住啊？这档节目国内外都很火爆，国外很多不懂中文的人都跑去直播间凑热闹，外网还有很多配了字幕的录播。现在在外网，这档节目的热度也是排名第一的，明珠无论走到哪里，都避免不了会知道事情真相的。顾燕叹了一口气，那就只能好好劝慰和安抚明珠了，别让她想不开。森林里，楚依依发现那群猴子还在偷偷跟着监视她。楚依依在一棵树下躺下休息，带头的猴王悄悄向她靠近。就在楚依依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猴王把一个东西丢到楚依依面前。楚依依定睛一看，是一只野兔子。猴王像个乖宝宝似的站在她面前，可怜兮兮地看着她，眼神里带着讨好。楚依依僵住，猴王给她送猎物，送我的。猴王把野兔又往楚依依面前推进了一些。楚依依眼神复杂地看着猴王，看来是被我打服了。野兔我收下了，你们招惹我的求一笔勾销，以后别再想着偷袭我，下次我不会手下留情。楚依依留下一句警告，就拿着野兔子往回走。我去，活久见啊！猴王竟然给一姐送食物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一姐牛逼，居然能把一群野猴子治理得服服帖帖的。恭喜一姐有了一群猴小弟，恭喜一姐当了猴老大。楚依依回到河边，又看到了顾明珠那群人，她发现他们面前摆着2只兔子。楚依依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抓到兔子了，看来他们还没有那么废物。楚依依简单的看了一眼，就收回了目光，领着自己的兔子走到河边，开始处理兔子。楚依依可真残忍，给兔子剥皮时眉头都不皱一下，一看就知道她一点都不善良。她平时肯定没少干伤天害理的事。顾轩没说话，眼里蕴含着怒火，他还在为昨晚楚依依对他见死不救的事儿感到愤怒。顾明珠说的没错，楚依依一点都不善良，一个连自己亲哥死活都不顾的人，他们有什么良心？谁去和他商量一下？张佳佳害怕的往后退，我不敢去，我的脸还痛着呢。我也不去，他对佳佳下手还轻一点，但对我们这几个男的都是下狠手。我今天走路脚都还不利索，要是再被他打，明天我就没办法去找食物了。虽然今天这2只兔子全是靠运气得来的，可他们都没有带刀，根本无法处理这2只兔子，所以只能在这里等楚依依回来，想着问他借刀来处理一下。段江转头看向顾轩和顾明珠，要不你们2个去，你们和楚依依好歹是一家人，他对你们应该会有多点耐心。你哪只眼睛看到他对我们有耐心了？他打我和我3哥，比打你们更重。那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最终输的人去。一圈比试下来，最后是顾轩输了。顾轩不情不愿地走到楚依依身后，楚依依，把你的刀借给我们用用。爷。楚依依，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你不分东西给我们吃就算了，现在只是问你借刀，你都不肯借，你真是又自私又恶毒，自己喝饱知足就不管自己的同胞了。你这种人放在战争时期绝对是个汉奸。楚依依翻了个白眼，懒得听他无能狂怒，他只是有点后悔昨晚不该救他的。真是救了一只白眼狼。顾轩气得胸口剧烈起伏，被楚依依无视之后，他更生气了。忽然他猛地抬起脚踹向楚依依，楚依依反应非常快速，迅速地往旁边一闪，躲开了这一脚。顾轩一个没站稳，
往河里栽去。掉下河之前，他另一只手抓住了楚依依的衣，楚依依被顾轩拉着一起掉进了河里，手里的匕首和兔子都脱手掉进了河里，顺着河水被冲走。顾轩还牢牢抓着楚依依，愤怒地骂着：我们顾家从上到下，所有人都正直善良，就连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明珠都善良识大体，怎么就出了一个你这么冷血歹毒的人？你简直是顾家的污点，耻辱，让顾家丢尽颜面的存在。我这个当哥哥的，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，免得你以后更过分，做出让顾家丢脸的事情。他扬起手想要打楚依依，却被楚依依率先一步甩了一个耳光。顾轩惨叫一声，被迫松开了抓住他的手。楚依依一脚把他踹开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有资格教训我？别把我和顾家扯到一起，我已经和顾家断绝关系了。你嫌我丢顾家的脸？哼，我还害怕和你们顾家这些蠢货扯上关系，别人会认为我也和你们一样犯贱又愚蠢呢。滚！以后少来招惹我。楚依依往岸边游去，顾轩在水里挣扎着，身上却痛得使不上力气，身体甚至无法保持平衡，被河水冲着走。救命！顾轩身体被河水冲走，惊慌失措的呼救。楚依依头都没有回。同样的剑，我不会犯第二次。昨晚救了他，他今天恩将仇报，我可不想再来一次。啊，哥哥，我不会游泳，你们谁会游泳啊？快去救救顾轩吧，再不救他，他要被淹死了。我也不会游泳，我出道之前是游泳队的，我去救他。顾明珠眼珠一转，身体一歪，倒到段江身上，顺势伸手抱住他，装作慌乱的模样，嚎啕大哭。哥哥，你不能出事啊！楚依依怎么那么狠心？哥哥是他的亲哥哥啊，他居然想害死哥哥，他太残忍了！呜！你松开我，我现在立刻去救你哥哥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可是顾明珠却死死抱着段江，哭得越来越大声，仿佛没听见段江的话。我就是要让顾轩死在这里，回去后我就和他们说是楚依依故意害死的顾轩。所有人都亲眼看见楚依依和顾轩一起掉进水里，楚依依在水里把顾轩打伤，还抛下他自己上岸，对他的生死置之不理。到那时，顾家对楚依依彻底失望，绝不可能再认他，甚至他们还会送楚依依去坐牢。如此一来，我就后顾无忧，不用担心将来有一天楚依依又回到顾家取代我的位置了，我就依然是顾家唯一的掌上明珠。反正顾轩这个没用的蠢货，活着也帮不上我的忙，死了还能帮我扳倒楚依依，那就让他死掉好了。顾明珠，你快松开我，你再不让我去救你哥哥，他真的会被淹死的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继续试图推开顾明珠，可顾明珠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，他竟然推不开。段江看向秦修寒和张佳佳，你们两个别干愣着，快帮我拉开他，再不去救顾轩，他真的会被淹死。张佳佳和秦修寒都被顾明珠的一系列动作和尖声嚎哭吓得呆住了，听到段江的话，才终于回过神。他们立刻去拉顾明珠。你们不要碰我，不要拉我，不要把我和哥哥分开。呜！哥哥你不要走，明珠不想失去你，哥哥你要永远留在明珠身边。他假装受惊过度，把段江当成顾轩，死死抱着他嚎哭。看着他这发疯的样子，张佳佳和秦修寒都不敢碰他。特么的，顾轩脑子有问题吧？他真是又坏又蠢，借不到东西就恼羞成怒，这种蠢货和一姐是兄妹，真是侮辱一姐了。什么垃圾玩意儿？一姐昨晚救了他，他今天想害一姐，把一姐的刀和兔肉都搞没了，恩将仇报的畜生！哈哈哈哈！你们看出来了吗？顾明珠那贱兮兮的表情，他就是故意拖住段江，不让他去救顾轩的。顾轩为了顾明珠一直针对楚依依，现在顾明珠却拖着段江不让他去救顾轩，报应不爽啊！顾明珠好恶毒，虽然顾轩又蠢又坏，可他对顾明珠却是实打实的好，一直都在保护他。可他居然想让顾轩死，我汗毛都竖起来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？不知道顾家人有没有在看直播？他们看到顾明珠拦着人不让他去救顾轩，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？顾家一家人正在看着直播，他们自然都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还看到了观众们的弹幕。啊，仙儿，我的轩儿，快去救我的轩儿啊！他都被冲走了。明珠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快放开段江，让他去救你三哥啊！为什么明珠为什么要故意拦着段江，不让他去救轩儿？李玉气得发抖。轩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他。你没看到明珠被吓到了啊？她被吓疯了，把段江当成了仙儿，才会抱着段江不放。她不是故意阻止段江去救轩儿的。明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她的为人如何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你不要因为明珠被吓得精神失常之后的行为就误解她，你这样对得起她教了你那么多年吗？李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可是我的轩儿。顾建国脸色阴沉铁青，目光凶狠地看向视频画面中的楚依依。仙儿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
楚依依就是罪魁祸首，是他推仙儿下水，又在水里把仙儿打伤。如果他不打伤仙儿，仙儿会游泳，一定能自己上岸。他打伤了仙儿，还把仙儿独自留在水里，眼睁睁地看着仙儿被水冲走，完全没有去搭救的意思。他可真是冷血又恶毒，连自己亲哥哥都不救。多亏我们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，否则我们这些人迟早有一天全都被他害死。楚依依的确太过于冷血了，就算是看到陌生人遇到危险，都不会无动于衷。可他害得自己亲哥遭遇生命危险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真让人心寒。如果仙儿出了事，我要让他给仙儿陪葬。森林河边，张佳佳看着河流远处，急得跺脚，看不到顾轩的身影了，完了完了，没救了。秦修寒看了眼被缠住的段江，抬眸看向楚依依。楚依依，顾轩再怎么说都是你亲哥，你去救救他吧。再逼逼，我把你踹下去陪他。秦修寒缩了缩脖子，不说话了。楚依依转身，看到远处的树上一只猴子在探头探脑。楚依依犹豫了下，看着那猴王，会，小王，你会潜水吗？我的匕首掉进河里了，你能带着你的小弟帮我去找找吗？他说完之后，没有任何动静和回应。楚依依失笑地摇了摇头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呢？猴子就算会潜水，他也听不懂人话，更不知道匕首是什么东西。楚依依刚转身，结果猴王带着几只猴子走向楚依依。楚依依眨了眨眼睛，难道猴王听得懂我的话？现在是要来帮忙，在询问我东西掉在哪里？楚依依指了指某个位置，东西是从那里掉下去的，大概这么长，银白色的，刀刃很锋利，你们捡的时候注意点，别割伤了小爪子。他话音落下，猴王带着其他猴子跳入了河里，潜入了水底。楚依依又惊又喜，没想到这猴王这么聪明，竟然真的能听懂我的话，不愧是能当猴王的猴，比一般猴子聪明。其余4人都看呆了，楚依依竟然能指挥那群猴子，这也太离谱了。直播间里的观众也惊呆了。我擦，猴子竟然能听懂人话，楚依依竟然能命令猴子。看来之前有人没猜错，猴子把楚依依当成新的猴王了。这剧情是我没想到的，太离谱了。我只想说，依姐牛逼。顾明珠突然尖声喊道：楚依依，你关心几只猴子，都不关心自己的亲哥哥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把哥哥推到水里，还把他打伤留在水里，是你害死了三哥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等回去之后，我一定会去报警，让警察枪毙你，给三哥陪葬。顾明珠看向段江等人，你们要和我一起到警察面前指控楚依依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是她害死了我三哥。你如果不拦着我，我已经把顾轩救上来了。张佳佳赞同的点头。顾明珠脸色一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在怀疑我故意拦着你，不让你去救我三哥吗？那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去救他？我是被吓傻了，把你当成我三哥了。我只是说事实而已，没说怀疑你。你这么着急的解释，反而显得你心虚，试图掩饰。哼，你可真会挑时间被吓傻。段哥要救顾轩的时候你就傻了，我们3个一起站在这里，你不把别人认成顾轩，偏偏把段哥当成顾轩，抱着他不放。现在顾轩被冲走，这么长时间也足够淹死他了，你就突然好了？啧。脸色青一阵红一阵。你们太过分的，你们居然如此抹黑我。等离开这里后，我会连你们一起告的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往下游走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顾深？就算人真的没了，也不能就这样让他飘走不管呀。你看，佳佳一个外人都比你更关心顾轩，你吓傻恢复后，可是都没想过要去找顾轩，顾轩真是白疼你了。行啊，别说了，顺流找找吧。秦修寒点点头，他们2人在前面走，张佳佳抬脚要跟上。顾明珠一巴掌甩到张佳佳脸上，眼神怨恨又恶毒地瞪着张佳佳。都是你这个贱人多话，让我被秦修寒怀疑和讽刺。对不起，我不该乱说话。秦修寒走回来，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拽走。道什么歉？你又没说错什么。张佳佳垂着头，默默地跟着他走。顾明珠看着他们3人的背影，咬了咬牙，也只能压下怒火跟上去。如果他不跟上去，会被认为不关心顾轩的死活。在他们走后不久，猴子们浮出水面，猴王手里拿着一把匕首，正是楚依依掉下去的那把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另外几只猴子竟然还摸上来3条鱼。猴王带头走到他面前，把匕首递给他，其他猴子则把鱼整齐地放到他面前。楚依依接过匕首，谢谢了，你们帮了我大忙了。他们似乎能听懂楚依依的话，叫声听起来都欢快了很多，一蹦一跳地跑进了森林，顺便还把顾明珠他们遗留在地上的2只野兔叼走了。卧槽，猴子成精了，他们竟然真的听得懂一姐的命令，不仅帮一姐找回匕首，还抓了鱼送给一姐，这是什么魔幻剧情？我是真的对楚依依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在野外也能混得风生水起，太厉害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向着一姐学习，努力成为像一姐一样优秀的女人。楚依依正在烤鱼，
段江等人回来了，顾轩没有死，只是有些虚弱。楚依依并不意外，她知道顾轩不会被淹死。他们从楚依依面前路过的时候，眼睛都盯着楚依依面前的烤鱼看，口水疯狂分泌，肚子也都在咕咕乱叫。顾轩眸色沉沉地看了一眼楚依依，眼里满是失望。楚依依是真的想让我死，把我提上丢在河里，所有人都来找我，只有他事不关己的在这里烤鱼。顾轩收回目光，转身去换衣服，顾明珠跟着他，边走边啜泣了起来。怎么哭了？顾明珠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哥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被楚依依害死，回不来了，我差点想跳下河，跟你一起离开。傻丫头，别做傻事，就算我真的出去了，你也要好好活着。爸妈还有大哥二哥还等着你回去呢。如果他们失去了我，又失去了你让他们怎么接受得了？可是看着哥哥遇到危险，我就无法思考，只想着和哥哥一起。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事了吗？别哭了，哥哥答应你，以后会小心一些，不会再让明珠担心了。刚才在哥哥被水冲走时，我太害怕了，吓得大脑空白，什么都无法思考，错把段江看成了哥哥。我死抓着哥哥，不想让哥哥离开我，没想到他们竟然认为我是故意拦住段江，不让他去救你。他们联合起来打压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，我真的好难受。我不怕被针对，但我不能接受他们污蔑我想害哥哥，我恨不得和哥哥一起死，怎么可能故意不让人去救你呢？说着说着，顾明珠又开始掉眼泪，哭得无比委屈。他怕待会儿段江他们和顾轩提起刚才的事，顾轩会对他产生怀疑，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。他主动提起，顾轩肯定不会怀疑他。怎么又哭了？我相信你，我不会怀疑你的。我家明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，你怎么可能会害我？你连一只鸡都不敢杀，怎么可能想让我死？再说了，你昨晚才救了我，今天怎么可能又想让我死？这说不通。无论他们怎么抹黑你，哥哥都不会信他们的，他们根本不了解你，不知道你有多少善良。谢谢哥哥这么相信我，只要哥哥愿意相信我，无论别人怎么误会我，我都无所谓，因为我只在乎哥哥。妈的，我受不了了，让我过去撕烂顾明珠这张颠倒黑白的嘴。顾明珠真贱，明明他就是想要让顾轩被淹死，另外3个人都很关心顾轩，可他却反咬一口，在背后抹黑另外3个，关键是顾轩还相信了，真是关心一条狗都好过关心顾轩。顾轩，你再这么眼盲心瞎下去，你迟早要死在顾明珠手里。顾轩怎么会这么蠢？这种智商能活到这么大也是不容易。一个蠢，一个贱，绝配。顾明珠太绿茶了，这世上怎么有这种人啊？楚依依那边已经把一条鱼烤好了，段江和秦修寒以及张佳佳则坐在不远处，眼巴巴地看着他，不断吞咽口水，但却不敢开口讨要。楚依依吃着鱼肉，抬眸看向段江等人，我们就看看，不抢。你们会什么才艺吗？3人露出迷惑脸。你们表演节目让我下饭，表演得好，我就赏你们一些食物。张佳佳迫不及待地站起来，快速地跑到楚依依面前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会唱歌，唱歌可不可以？楚依依点点头，可以。你想听什么歌？你看着唱。那我唱一首我喜欢的《起风了》吧。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学校天天放这首歌。楚依依点头。张佳佳清了清嗓子，开始认真地清唱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，迈出这转的前一刻，竟有些犹豫，不禁笑着竟想。张佳佳唱完，楚依依对她说：“先等着，等这条鱼烤好就给你。”张佳佳喜笑颜开，满脸开心地跑到楚依依身边，乖巧地坐下。谢谢依依姐。段江和秦修寒也表演了节目，他们走到火堆旁坐下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还在烤着的鱼。等到鱼烤好之后，楚依依让他们3人自己分，他们都很客气地分食。4篇了，我终于吃到像样的食物了。张佳佳一边吃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顾轩换好了衣服，他和顾明珠又过来了这边。一靠近，他们就看到张佳佳和段江、秦修寒3人和楚依依一起去吃着香喷喷的烤鱼。顾明珠以为楚依依终于心软了，主动把食物分给他们，其中肯定也有他和顾轩的份。顾轩怔了怔，想法和顾明珠如出一辙，他对楚依依的厌恶和憎恨缓和了一些。看来楚依依还保留着一丝良心，还有的救，以后好好教育她，或许她还能变成正常人。顾明珠满脸愤怒，快速跑过去。你们怎么这么自私？不等我和我哥哥过来，就先吃了，把我和我哥哥的那份也吃了。你们太不是东西了，剩下的都是我和哥哥的了，你们不准吃了，快给我！顾明珠说完，便打算直接动手抢张佳佳手里的。贱人，剩下的是我的了，快把我的鱼给我！啊，这是我们的，你不能抢！顾明珠愤怒地抬起手，甩了张佳佳一个耳光。
你们都已经吃了，剩下的是我和我哥哥的了，快老老实实自己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哥哥，你快过来帮我呀！他们想要偷吃我们的食物，我们要捍卫自己的利益，不能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又要动手去抢。这时秦修寒一把抓住了顾明珠手腕，接着他毫不客气的一脚踹向顾明珠。顾明珠被踹得倒退2步，口中发出一声惊叫：你居然打我！你不怕我让我大哥封杀你，让你在娱乐圈混不下去吗？我又不是只有内娱可以混，内娱混不下去，我可以去韩娱。顾轩快步走到顾明珠身旁，秦秀涵，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哥哥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他们太坏了，偷吃了我们的东西，不把属于我们的食物给我们就算了，还动手打我，他们不是人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们什么时候偷吃你们的食物了？你还想狡辩？你们手里还拿着呢。你是指这2条鱼？没错，你总算承认了。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我哪里承认了？这2条鱼是楚依依给我们的，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？我当然知道这2条鱼是楚依依给的，但她是给我们所有人的，你们却背着我和我哥哥3个人偷偷的吃，还想把我们的份也吃掉的，你们太过分了，做的简直不是人能做出的事。这事你们做的太不地道了，既然是大家的东西，应该等所有人一起到了，再一起去平分，你们却瞒着我和明珠，自己偷偷吃，这行为本身就不对，你还动手打明珠，更是错上加错。哈哈，谁告诉你们这是楚依依送给我们所有人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这是我们给楚依依表演节目，她给我们的报酬没有你们的份。顾轩脸色一僵，顾明珠也气愤不已，没想到楚依依这么自私，竟然不是主动分给他们吃的。顾轩看向不远处的楚依依，是不是我和明珠表演节目给你看也可以吃？楚依依淡漠的抬眸，冷冷的看向他，我不想看你们表演，光是看到你们我都觉得恶心。楚依依，你怎么那么冷血？我们是你的亲人，你宁愿给外人机会，都不帮衬自家人，你真是畜生不如。是，我畜生不如，你们和畜生一样，行了吧？哼，你！他狠狠咬了咬牙，重新看向张嘉佳等人。既然这些鱼楚依依给了你们，那就属于你们了，你们有分配的权利，你们分一点给我吧，只要你们把食物分给我，等离开这里之后，我让我大哥给你们资源。他们无动于衷。难道你们也那么狠心，要见死不救吗？我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，再不吃东西我真的会饿死的。他们依旧没什么反应。你们这么自私狠心，你们将来会下地狱的。如果我饿死了，那就是被你们害死的，你们就是杀人凶手，一辈子都别想安宁。可无论他怎么说，秦修寒等人都当作没听见，他们继续吃手里的烤鱼。顾轩强行把他拽走。明珠别说了，我们走吧。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顾明珠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楚依依会分食物给她？他一直针对一姐，还想让一姐给吃的给他，真不要脸！我多替他丢脸。最喜欢看绿茶和蠢狗丢人现眼了。第5天，楚依依睡醒后，背着背包走进森林。顾明珠拉着顾轩悄悄跟上去。你跟着他干什么？还想去打他？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的。我们吃饱了都打不过他，更别提我们现在饿了这么多天。他每天出去都能找到食物，我们跟着他，看他是去哪里找到食物的，又是怎么抓到猎物的。顾轩想了想，接受了顾明珠的提议。天天吃野菜也不是办法，是该学学怎么打猎。于是他和顾明珠一起悄悄跟在了楚依依后面。楚依依发现他们在跟踪他，不过他不在意，反正对他来说并没有威胁。楚依依穿过森林，来到了山脚下，那群猴子就在山脚下的树上休息。见到楚依依来，他们都睡觉了起来。楚依依看到他们在吃香蕉，非常不客气地问他们索要。你们从哪里找来的香蕉？给我2根尝尝。猴王屁颠屁颠地跑到楚依依面前，把香蕉递给他。谢了。楚依依接过来开始品尝。顾明珠和顾轩远远地看到猴子拿香蕉送给楚依依，顾明珠气得为什么猴子都要讨好楚依依？楚依依送吃的，我比楚依依尊贵，猴子应该来讨好我，送吃的给我。猴群敏锐地察觉到还有其他人，都朝顾轩和顾明珠所在的方向看去。别理他们，他们构不成威胁。他吃完东西，站起身，准备四处走走。远处，顾明珠和顾轩悄悄地跟上楚依依。走了一会儿，楚依依发现了新的野果——桃金娘。楚依依小时候吃过这东西，还挺好吃的，就是吃多了容易拉不出粑粑。楚依依吃了20几颗就不吃了，怕真的拉不出来。她继续往前走，她没走多远，顾明珠就迫不及待地跑到那片桃金娘树面前，开始疯狂地往嘴里塞。顾轩也跟了过来，他也迫不及待地摘来吃。两人都不说话，他们一直疯狂地吃，直到吃的肚子撑起来，他们才停下来。哥哥，你看我的决定没错吧？跟着他果然能找到吃的，好饱啊！好久没这么满足过了。我们明珠最聪明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今天又得吃野菜。
你真是哥哥的福星。哥哥，我们再往前走走吧，说不定还有其他吃的。要是没有找到其他吃的，我们再回来摘一些带走。顾轩点了点头。他们顺着地面留下的痕迹走了将近半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了楚依依的身影。楚依依坐在那，前方居然有一个悬崖。楚依依此时正坐在悬崖边看风景，她坐得很靠边，仿佛一个不留神就能掉下去。顾明珠眼里闪过一丝恶意，一个邪恶的念头在他心里浮现。要是楚依依掉下悬崖，摔死在这深山里就好了。这个念头冒出来后，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疯狂蔓延。只要悄无声息地靠近楚依依，把她推下悬崖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她了。把楚依依推下悬崖，把楚依依推下悬崖，把楚依依推下悬崖。这句话就像一个魔咒一样不断在脑子里重复。顾明珠眸色阴狠地看着楚依依的背影，脚步慢慢地向她靠近。顾轩想要跟上去，却被顾明珠制止，然后对他摇了摇头。你别过去，我去向他道个歉，希望在离开森林之前，我们能和平相处。顾轩想了想，点头同意了。他看着顾明珠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一抹宽慰的笑容。我的妹妹真懂事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还能顾全大局的三番两次的道歉，比楚依依好太多了。很快，顾明珠走到了楚依依身后，眼里的狠意愈发明显。他忽然弯腰，双手用力推在楚依依的背上，楚依依的身体立刻摔出悬崖，向着悬崖下方摔去。顾明珠激动的全身都在颤抖，生怕自己也跳下去，赶紧向后退了几步。我成功了，我终于除掉了楚依依那个贱人。顾轩快速的跑到悬崖边。明珠，你干什么？他脸色发白，趴在悬崖边着急的往下看。依依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楚依依，你还活着吗？顾轩冲着悬崖下方大声喊叫，可是没有任何回应。你别喊了，那么久才落地，可见这悬崖有多高。这么高的距离摔下去，骨头肯定全都碎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顾轩身体猛地一颤，他从地上站起来，双目赤红的瞪向顾明珠。你为什么要推楚依依下去？这样会死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是要让她死。你是故意的，那是我妹妹，你怎么能害死她？就算她不是我妹妹，可那也是一条人命啊，你怎么能杀人？她这几天是怎么针对我们的？你又不是没看到，她一直在殴打我们。你发高烧，她对你见死不救，昨晚还把你弄去水里，在水里把你打伤，想让你死在水里。她那样一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，她死了才好。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我杀她是为了帮你报仇，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居然还为了她凶我，我的一片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了。我就知道，无论我怎么对你好，都敌不过你们血脉之情。你既然觉得我推她下悬崖不对，那你也把我推下去好了。顾轩眼里闪过一丝挣扎，顾明珠放缓了声音：哥哥，他有多恨我们和我们的家人，你是知道的。他现在想害死你，等回去后他肯定也会对爸妈和大哥二哥出手。他又那么厉害，如果不把他除掉，将来我们全家人都要死在他手里。我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全家人，才出头当这个恶人啊！哥哥难道忘记了，楚依依把顾家公司的股票低价卖给对手公司，还咋骗了爸妈那么多钱吗？他早就已经开始针对咱们家了，我们不把他弄死，就等着死在他手里吧。顾轩动容了。敏珠说的没错，楚依依早就不把我们当自己的家人了，甚至还把我们当仇人。还没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，楚依依就开始针对顾家了。若是放任不管，将来我们真的可能都死在楚依依手里。可我从来没想过要杀了她呀。但现在木已成舟，只能说她作恶多端，命该如此。明珠的做法虽然很厉了一些，但她的初衷是好的，是为了守护家人。是我优柔寡断，不够狠心，不能帮助家人除掉危险的隐患。明珠替我做了，替我守护了家人，我不该怪明珠的。顾轩很快冷静了下来。谢谢你这么为家人考虑，但以后别做这种事了。杀人是犯法的，就算楚依依想害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应对。我以后都听哥哥的。那这件事哥哥可以帮我保密吗？别告诉任何人，爸妈和大哥二哥都别告诉他们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是为了帮我报仇，为了守护我们的家人，才不得已做出这种事。我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，让你受到别人的指责的。哥哥，你对我真好，我最爱三哥了。我的命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不向着你，还能向着谁？楚依依他看着我在他面前病重到差点死亡，他都无动于衷。他那样冷漠没有同情心的人，或许让他重新去投胎是最好的选择吧。一切都是命，楚依依那么好的身手都能被顾明珠推下去，只能说老天能看不惯他，要让他死在这里。距离悬崖上方5米左右的位置，有一个向内凹的山洞。楚依依坐在山洞口，冷笑了一声：“想让我死？抱歉啊，我命大的很，死不了。悬崖下的情况我早已看清，所以才故意给顾明珠机会，想让顾轩那个蠢货看清楚顾明珠恶毒的本性。没想到那个蠢东西是真的蠢到家了，3言2语就被顾明珠糊弄过去了。还好我已经和顾家断绝关系了，
否则有这样的蠢哥，我真的能被蠢哭。夜色降临，张嘉佳和段江、秦修寒三人左等右等，都没等到楚依依回来。依依姐，今天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？她前几天都是太阳刚开始落山她就回来了，今天天都快全黑了，她怎么还没回来？她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他的身手那么了得，猴子都认他当老大，应该不会出事。他可能是到了什么好地方，玩着忘记回来了吧？我们再等等。顾明珠和顾轩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坐着，听到张嘉佳他们的议论，顾明珠忍不住露出一抹嘲讽的笑。楚依依再也回不来了，你们等再久都没用。顾明珠吃着他们带回来的淘金娘。楚依依不回来，你们就没东西吃了吧？我这里吃的很多，你们为昨晚的事向我道个歉，我就分一些给你们吃。张嘉佳等人只是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收回目光，没有道歉的意思。哼，我看你们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反正楚依依已经回不来了，再过2天你们就得来求我。此时，直播间里人也在议论楚依依为什么没回来。依姐呢？从早上她走出拍摄范围之后，就再也没看见她的身影了。她去哪里了？当时顾轩和顾明珠跟着她一起走的，顾轩和顾明珠都回来了，依姐怎么没回来？依姐不会被顾明珠和顾轩害死了吧？那不可能，顾明珠和顾轩怎么可能是依姐的对手？再来10个他们都打不过依姐。依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是遇到其他野兽，被野兽吃了？因为节目组没料到会有人能走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所以没往那边安装偷拍的隐藏摄像头，所以没人知道楚依依去了哪里，也没人看到顾明珠推楚依依下悬崖。就在这时，镜头里出现了一道熟悉的影子，那正是消失了将近10个小时的楚依依。楚依依没出事，她又出现了。依姐已上线，速来观看。此时的楚依依走到原来的山下面就停下了，时间太晚，在森林里不好穿行，所以今晚她不打算回去了。第6天，楚依依早上醒来，今天第6天了，明天再待1天，后天管他导演来不来，反正我要准备走人了。楚依依白天在周边找猴子们忙了半天，然后起身回住扎地。此时岸边看到楚依依晚上没回来，张嘉佳非常着急，他看向秦修寒和段江。依依姐到现在还没回来，她是不是出事了？我们去找找她吧。不远处的顾明珠嘲讽地说道：你们还想着等楚依依回来给你们食物呢？别幻想了，她回不来了。你为何说的那么笃定？难道你们对楚依依做了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楚依依她是自己作死，自己到处乱跑，说不定是自己失足摔死了呢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是再敢污蔑我，等回去后我就把你告到死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你们只不过是受过楚依依一点恩惠而已，就像他养的忠实的狗一样，为了他乱咬人，可真是自甘下贱，没骨气。段哥只是随口问问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像是被戳中痛脚似的。你别胡说八道，你敢乱说，我连你一起告。顾明珠惊慌了一瞬，很快就恢复如初。反正楚依依已经死了，只有我和顾轩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而顾轩又是向着我的，不可能说出去，我没必要提心吊胆。你想告就告吧，我和段哥都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，你要是能把我们告到坐牢，那算你厉害。顾明珠气愤地咬着牙，眼神阴狠异常。一句话是不能把你们告到坐牢，但我可以让顾家帮我报仇。等回去之后，我一定要添油加醋的在爸爸和哥哥们面前告状，让你们3个在娱乐圈混不下去。明珠，别说了，我真的搞不明白，以前那么善良温柔的明珠，为什么现在变化这么大？前几天可以说是饿得性情大变，但现在我们吃饱了，她为什么还这么尖酸刻薄，一直主动挑事？哥哥，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怎么还让我息事宁人呢？吵赢了也没用，省着点体力吧，一切等回去再说。顾明珠只能不情不愿地停下来，她忽然感觉到大肠一阵坠胀感袭来，是要拉屎的前奏。哥哥，我想方便，你能陪我一起去进森林吗？我一个人害怕，你跟我进去，远远的陪着我就行了。顾轩点了点头，他正好也想去方便。他们一起进了森林，两人都蹲下，各自发力。可是过了很久，顾明珠却怎么也拉不出来，感觉大便要下来，却被卡住了，像一块石头一样卡在直肠里，想要憋回去也回不去。坠胀和胀痛感袭来，痛得他脸都白了，浑身冒冷汗，口中也发出痛苦的哼叫声。直到蹲的腿麻了，他也一点都拉不出来，气得都掉眼泪了。哥哥，我拉不出来，我好痛，呜呜呜！顾轩的声音也十分痛苦。我也是，好痛，真的好痛，我感觉有一坨石头卡在直肠里，现在想往回憋都憋不回去。我也是。顾明珠气急了，他是想要解决办法，不是要他感同身受。顾明珠又气又委屈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身体又非常痛苦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，但一直拉不出来，他腿都蹲麻了，又不能一直蹲着，他和顾轩只能收拾好，
然后两人一脸痛苦地走回河边，两人都变得无精打采。之后的一天，他们上了无数多次厕所，都上不出来，越来越痛苦。天色渐黑，顾明珠又跑进森林里，准备再试一试，结果还是不行。顾明珠气得崩溃大哭，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？前几天让我没东西吃，现在让我拉不出屎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让我受这种罪？忽然，身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向他靠近。顾明珠猛然回头看去，霎时他看到了一张鬼魅般的脸，那张脸化成灰他都认识。明珠看见了一张让他惊恐万分的脸，是楚依依，她竟然回来了。那么高的悬崖，楚依依不可能还活着，所以这是楚依依的鬼魂。砰一声，顾明珠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你不要过来，不是我害的你，是你自己不小心，是你自己掉下去的。楚依依没有回答，缓慢的一步步的向顾明珠走去。你不要过来，不要杀我！他猛然站了起来，用最快的速度往森林外跑去。救命啊！不要杀我！有鬼啊！我要回家，这里闹鬼了。顾轩看到顾明珠，立刻站起身向他走去。明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有鬼，闹鬼了！楚依依她变成厉鬼回来找我报仇了。哥哥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的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没活够。顾轩脸色一变，你说什么？楚依依回来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世上根本没有鬼，你新皮看错了。顾明珠满脸泪水的摇头，没看错，我绝对没看错，就是楚依依，她回来向我索命了。此时直播间里的观众们看得都懵了，怎么回事？顾明珠怎么被吓成这熊样？他说闹鬼了，楚依依回来找他索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他为什么觉得一姐死了？一姐虽然一晚上没回来，但没有证据证明她已经死了吧？顾明珠就算看到了一姐，也不应该觉得那是鬼吧？他说了楚依依来向他索命了，如果不是他害过楚依依，为什么会说这种话？卧槽，顾明珠不会那么恶毒，想要害死楚依依吧？楚依依昨天消失在镜头里那段时间，是被他害得被困住了吗？就在这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缓缓从森林里走了出来。楚依依来了，鬼来了，哥哥救我！顾轩此刻脸色也苍白无比。依依，是你吗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觉得呢？楚依依，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不是故意推你的，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饶我一次吧，我发誓，只要你放过我，等回去之后，我一定给你烧很多很多钱，让你当地府最有钱的鬼，求你放过我吧。他直接对着楚依依跪下了，一边哭着忏悔，一边的磕头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拍拍你的背，没想到你没稳住，掉下了悬崖，这不关我的事啊，你不能向我索命，否则你会投不了胎的。就算你要怪我，但你也有责任，谁让你没事坐在悬崖边，还把双脚吊在悬崖外面呢？就算我不推你，你自己也会掉下去的。你既然掉下去摔死了，说明你命该如此，你不能怪我。依依，既然你已经死了，就好好去投胎吧，别造下杀念。如果你杀的人，会堕入恶鬼道，投不了胎的。如果你心里有怨气投不了胎，等我回去之后，就找人为你诵经念佛，为你积累功德，让你下辈子可以投个好人家。楚依依没有说话，眼神充满嘲弄。顾轩咬了咬牙，继续说道：明珠她只是不小心，她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你别伤害她。此时直播间里的观众都震惊无比。我的天，我以为顾明珠只是绿茶一点，虚伪一点而已，没想到她这么恶毒，还动手杀人啊！气死我了，她怎么敢的啊？占了一姐顾家千金的身份，享受了本该属于一姐的人生，如今还动手杀害一姐，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女人？真是气死人了，这种恶毒的女人就是祸害。比起顾明珠动手推楚依依下悬崖，最让我震惊的是，顾轩竟然纵容顾明珠这么做，还替她求情。楚依依可是她的亲妹妹啊！我也非常震惊顾轩的反应，从他的话可以听出来，他是知道顾明珠推楚依依下悬崖的，可他居然还维护顾明珠，为了顾明珠求情，他怎么开得了口啊？说不定推楚依依下悬崖，也有顾轩的一份力呢。心疼一姐，救了一个背刺自己的白眼狼，顾轩不配当人。现场，顾明珠还跪在地上，不断磕头求饶。楚依依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和你打招呼而已，没想到用力过猛，把你拍下去了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别杀我，我活着还能帮你烧纸钱，死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楚依依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皱起眉头，然后迅速的向后退了一大截。什么味道这么臭？顾明珠和顾轩都是僵了一下，下一刻顾轩也闻到了一股恶臭，非常臭，臭的他都忍不住干呕了。顾明珠也闻到了，同时他也感觉到了自己裤子里鼓鼓囊囊都满了重物，他竟然被吓屎了。顾明珠脸色青一阵红一阵，既害怕又尴尬，她的脸都丢光了，太羞耻了。
这时，张佳佳跑到了楚依依面前。依依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消失这么长时间，都去哪里了？我们一直很担心你。他们都说我是鬼，你不怕我吗？依依姐怎么可能是鬼呢？你脚下都有你的影子呢。电视里说鬼是没有影子的。看来你比他们聪明。楚依依把2只野兔子丢给他，拿去处理好，别弄丢了，弄丢今晚就没吃的了。好嘞，我们这就去处理。此时，顾轩和顾明珠都傻眼了，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楚依依，楚依依竟然不是鬼。依依，你没死，你从那么高的悬崖掉下去，怎么会没死？他虽然非常震惊，但心里却庆幸楚依依还活着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掉下了悬崖，我们也听到了你掉到悬崖底下的声音，那么高的高度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一定是鬼，一定是鬼！我知道你希望我死，可惜老天不收我，我命不该绝。顾明珠用力摇头，眼里满是不甘和怨恨。不可能的，你应该摔死才对，你为什么还活着？就算你接受不了，但你没杀死我，这是事实。杀人未遂也能定罪，你等着吧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顾明珠眼里露出了恐惧，身体颤抖得愈发厉害。楚依依视线下移，在她双腿间看了一眼。在此之前，你还是把你的粪便清理干净吧，臭死了，和生化武器似的。楚依依捏着鼻子走开了。楚依依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你既然没死，为什么要故意装神弄鬼的吓唬我？楚依依害得她当众拉屎，她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，或者把其他人全杀了灭口。顾轩向旁边走了2步。明珠，先别说了，你先去把身体清理干净，换一身衣服。顾明珠红着眼眶看向顾轩，哥哥，你为什么离我那么远？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顾轩挣扎了几秒，然后摇了摇头。我没有嫌弃你。那你离我那么远干什么？顾轩憋着气走到他身边，把他从地上拽起来。因为量太多，衣服兜不住。顾明珠刚站起来，秽物就漏到了地上。顾明珠忍着耻辱，快速跑到河边，直接跳进河里。楚依依从后面过来，踹了顾轩一脚，顾轩直接栽到地上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顾明珠竟然被吓出屎来了。当众拉屎，这也太社死了，是要连夜搬离地球的程度。顾明珠活该，想害我们一姐，誓死只是小小的惩罚而已。等拍摄结束后，一姐可别放过她。顾明珠收拾干净，心里既愤怒又害怕。哥哥，要是离开这里之后，楚依依去起诉我怎么办呀？哥哥，你不能当楚依依的证人。楚依依如果去告我，你就说她诬告，别说我推了她好吗？当时现场只有我们3个人，只要我们2个人都不承认，她就是诬陷我。顾轩皱了皱眉，哥哥，我不想坐牢，牢里全是十恶不赦的坏蛋，我要是进去了，会死在里面的。你难道忍心看着我死在牢里吗？别哭了，我怎么会帮别人害你呢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会无条件的帮助你，我不必让你坐牢的，你也没做错事，没人能让你坐牢。6. 把人推下悬崖等于没做错任何事，顾公子的善恶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得心土了，这2个人为什么3观如此扭曲？一定要让顾景仁坐牢，顾轩也该判个从犯罪。第7天，楚依依在河边洗漱，发现远处的湖面上有一个东西。楚依依等了一会，那东西距离近了一些，她才看清那是一艘游轮。看来节目组终于派人来接他们了。楚依依走到张佳佳等人面前，指着河流远处道：“你看那边是什么？”张佳佳定睛一看，眼睛顿时一亮，猛地站了起来。游轮来了，是节目组的游轮吗？太好了，节目组终于想起我们来接我们啊！段江和秦修寒也看到了游轮，同样非常激动。他们快速地跑到河边，不断地朝着游轮的方向招手。楚依依没有和他们一起，转身进了森林。就算节目组来了，也不能阻止他去找吃的。顾明珠和顾轩也看到了远处的游轮，他们同样激动不已。但很快，顾明珠脸上露出一抹惶恐不安。哥哥，节目组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前几天因为受了刺激，情绪失控，性格变化有点大，还和张佳佳他们闹翻了。万一张佳佳他们在镜头面前说我的坏话，揭穿我的行为，我岂不是要身败名裂了？如果只有楚依依一个人说，我还可以否认，反咬一口说她污蔑我，毕竟她名声本来就不好。在节目组离开之前，她也一直在针对我。但段江和秦修寒不一样，他们粉丝多，口碑好，要是他们也说我有问题，观众肯定会被他们带偏，影响我的口碑。呜呜呜，哥哥，我不想被骂，不想身败名裂。别担心，去和他们商量下，让他们别乱说。万一他们不答应呢？你别忘记了，他们都收了楚依依的好处，他们一定会帮楚依依说好话的。顾轩皱起眉头，似乎在思考。顾明珠眼神一暗，哥哥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如果他们不答应，我们可以说，在节目组不在的时候，楚依依和张佳佳还有段江、秦修寒，他们4人有一腿。你是楚依依的亲哥，你说的话，观众一定相信，无论他们怎么否认都没用。顾轩脸色一变，
连忙摇头，这不行，这样楚依依会被网暴的。哥哥如果不这样说，那被网暴的人就是我了。难道在哥哥眼里，楚依依的名声比我的更重要吗？你宁愿看我被网暴，都不愿让楚依依被网暴。我就知道，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，无论我对你多好，你都不会把我当亲妹妹。无论楚依依对你多残忍，你都会关心她胜过关心我。早知道你一心向着楚依依，那晚我就不该救你，让你在楚依依面前病死算了。反正你喜欢楚依依，你病死在她面前，你也不会有怨言的。顾轩听见的顾明珠提起她生病的事，心里对楚依依的怨气又冒了出来。顾轩狠狠咬了咬牙，楚依依她不把我当哥哥看待，连我的死活都不顾，那我也可以不顾她的死活。明珠，我接受你的提议，就按你说的做。如果他们敢帮助楚依依说你的坏话，我就说他们有一腿。谢谢哥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最爱哥哥了。卧槽，气死我了！顾明珠这狗嘴里怎么吐不出一句好话，居然又怂恿顾轩一起给楚依依泼脏水。要不是因为偷拍，我估计会被骗到。毕竟楚依依以前的名声确实不好，谁能想到她的亲人又蠢又坏，猪狗不如呢？顾明珠太恶毒了，顾轩也不是好东西，这种恶毒的谣言，他竟然也答应帮忙散播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果不是因为偷拍，楚依依会被他们害成什么样。希望这两个毒瘤快点知道偷拍的真相，快点上网。这次我要当压倒他们的万千雪花中的一片雪花，要让他们自食恶果。现场，顾明珠和顾轩商量完之后，两人就走到张佳佳、段江和秦修涵三人面前。佳佳、修涵、段哥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们，等节目组靠近之后，你们别告诉他们这几天在森林里发生的事好吗？你们就说我们5个人一直相处得很融洽，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只有楚依依不合群。你别说了，我们不是那种被后捅刀的人，楚依依帮了我们，我们不会和你一起抹黑她的。顾明珠脸色沉了几分，你们难道忘记了，你们也霸凌楚依依？三人脸色一僵，脸上都露出了愧疚的神色。你们要么闭好嘴什么都别说，要么就向着我，如果你们敢抹黑我的形象，我就把你们做的事都说出去。反正节目开拍之前，你们对楚依依的态度就很不好，观众肯定更相信我的话，你们最后只会什么也捞不着，还败坏自己的名声。你们就算不考虑自己的名声，也考虑自己公司的名声。三人的脸色更难看了。顾轩看向张佳佳等人，楚依依对你们的小恩小惠，不值得你们牺牲自己的演艺道路来偿还。你们如果是实在过意不去，可以给他一点钱，就当是买下他给你们的食物，你们就两不相欠了。你们没必要再额外帮他，只要你们管好自己的嘴，不乱说。我许诺你们，等回去之后，让大哥每人给你们一些资源。秦修涵，你不是搞音乐吗？顾家可以请飞天乐队帮你制作一首音乐。段江，你在国内的奖项都拿得差不多了，顾家这一推荐你拍摄好莱坞大片，好莱坞知名导演和明星合作，帮你冲刺国际奖项。张佳佳，我不知道你的发展路线，但现在古偶市场很火，我可以让大哥投资一部顶级电视剧，让你当女主。张佳佳和秦修涵还有段江都不说话了。顾轩说的这些都太诱惑了，帮楚依依不一定能让观众相信楚依依，还会把自己搭进去，影响到自己和公司的口碑。帮顾明珠，他们不用承担任何风险，还有巨大的好处拿。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众人看见节目组的游轮，惊喜不已。顾明珠威胁张佳佳三人不许说实话，顾轩也许诺给他们资源。顾轩看到他们不说话，知道他们是接受了他的提议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只要你们肯帮忙，那我们就是朋友。除了我承诺给你们的好处之外，以后我也会多下照拂你们的。我对朋友一向很好。他们都不说话，算是默认了顾轩的话。张佳佳暗想，楚依依每次给我吃的，我都表演节目给她看，而且还不止表演一个，我们之间是等价交换，我没有亏欠楚依依什么，所以现在也不算背叛她。秦修涵暗想，楚依依对我的小恩小惠，不值得我为了她得罪顾家，牺牲自己的演艺道路。而且楚依依对我的帮助只是举手之劳，并不是多重的恩情，我也已经回报过她了，大不了回去后再给她点钱。段江暗想，楚依依打过我，把我打得那么惨，我们之间关系并不好。后面他给我食物，是因为他自己吃不完，并不是想帮助我们，而且他还把我们当戏子一样看待，让我们表演来换取食物。他从一开始就看不起我们没必要自我感动，觉得他有多好，为了他去得罪顾家，就算顾轩不给我好处，我也不会帮楚依依说好话的。他们虽然有点良心，但不多。在良心和利益面前，他们最终选择了利益。卧槽，他们沉默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被顾轩开出的条件说心动了吧？你们清醒一点啊！网友都因为你的实力原谅你们之前犯的小错了，如果你们帮着顾家兄妹背刺楚依依，那就真的完了。秦修涵，你清醒一点啊！顾家兄妹已经完了，你帮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好处，只会跟着他们一起倒霉。我非常喜欢你的嗓音，不想以后听不见你唱歌啊啊！段家，
乙还这么年轻，就已经拿了那么多奖了，靠着自己以后也有可能走出国门，走向更大的舞台，没必要急功近利，为了别人画的大饼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啊！爹，可惜了，他们本来还有活路，是他们的欲望让自己走上绝路。这种白眼狼，一起封杀了吧！楚依依好可怜，又帮了3只白眼狼。游轮终于靠岸了，导演带着工作人员从游轮上下来，摄像机也架了起来，对着嘉宾们拍摄。导演，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找我们呀？我们都快死在这里了。若是没有隐藏摄像头，估计所有人都将被他骗过去。抱歉，这次是我们节目组的疏忽，我们在回程的途中全都昏迷了。昏迷2天醒来后，船都自己飘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等我们醒来，找到路回去，再去治疗好，就第一时间来找你们了。顾明珠温柔地笑了笑，你们没事就好。我们虽然在这里无依无靠的受苦了6天，但只要你们能没事，这些苦都不算什么，我们不会怪你们的。导演看了他们一圈，故意惊讶地问：你们身上怎么都有伤？看上去这么惨。顾明珠，你牙齿还掉了1颗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顾明珠立刻捂着脸伤心地抽噎了起来。导演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。哎呀，这是受了多大委屈啊？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你快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顾明珠哭了一会儿，终于止住哭声。你们是知道的，楚依依她一直针对我，在你们没走之前，她就不停地辱骂我，还踹过我。在你们走后，没有摄像头拍着了，她更是变本加厉，不停地欺负我。我身上的伤都是楚依依打的，牙齿也是被她打掉的。不仅是我哥哥还有佳佳他们都被楚依依打过，我哥哥甚至差点死在楚依依手里。导演假装一脸吃惊，楚依依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我本来不想揭穿楚依依的，但她做的实在太过分了，竟然丧心病狂到对自己亲哥哥下杀手。我忍无可忍才说出她的所作所为，让大家都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她只是对我动手，我还可以原谅她，可她竟然伤害我哥哥，还想要害死我哥哥，我实在无法忍受。我本来想和楚依依好好相处，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在一起的，没想到她那么恶毒狠心，我以后不要和她当姐妹了。导演和工作人员的脸色都很复杂。导演看顾明珠哭得起劲，把目光看向了张嘉佳和秦修涵、段江。你们身上的伤也是楚依依打的吗？他们点头。刚才顾明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楚依依差点想谋害顾轩，差点害死顾轩。他们3人沉默了。导演可不愿意放过他们，主动点名问道：张嘉佳，顾明珠说的是真的吗？张嘉佳硬着头皮点头，是。修涵，你说呢？秦修涵脸色难看的点头，的确如此。段影帝，你也看到楚依依谋害顾轩了吗？段江见他们都回应了，也只能点头。大家都看见了。导演眼底深处快速地划过一抹惋惜。这3个人看来以后在娱乐圈也没法生存了。导演又问道：这几天你们过得怎么样？顾明珠顿时红了眼眶。我们一直被楚依依欺负，找到食物也被她抢走，她就逼我们看着她吃。我们过去6天都像是活在炼狱当中一样，过得一点都不好。其他人都跟着点头。导演摇了摇头，一脸震惊地说道：没想到楚依依竟然是这种人，她也太坏了。楚依依她从小在贫民窟长大，从小接触的就是一些三教九流，染了一身混混的习气，在镜头面前她还收敛一点，可你们一走，她就彻底暴露本性，把我们往死里打，恨不得让我们都死在这里。我以前一直天真的想改变她，现在我彻底放弃了。她对我的恨意太深了，明明我没做错什么，还一直包容她对我的伤害，可她却毫无悔改之意，还变本加厉的伤害我。我怕我继续靠近她，在改变她之前，我就会先死在她手里。我放弃了，希望她以后能自己想通，别继续在弯路上走了吧。你真善良啊，她为你做了那么多不好的事，你还祝福她，希望她好。可能是我天性如此吧，我从小就见不得有人受苦受难，哪怕对方伤害我，只要不是特别过分，我都不会怪他，只要他能改正。像你这么善良的人，真是世间少见了。顾明珠娇羞地笑了笑。我家明珠从小就善良，不像有些人冷血又恶毒。楚依依呢？她怎么不在这里？楚依依她一直和我们不合群，一大早就钻进森林里去了，不知道去干什么，她也没和我们说。别提那个晦气的玩意儿了，导演我们什么时候回去？你们和节目组签的合约里是要求你们在这里待7天的，前面6天因为我们节目组的原因，我们没能跟在你们身边拍摄，我们自己承担后果，不需要你们补拍，你们只需要在这里最后待1天，总共待够7天，明天我们就回去，你们看行吗？好，就听导演的吧，不过只拍摄1天，素材够剪辑吗？如果导演有需要，我可以免费续拍几天，但需要换个环境，这里给我们留下太深的阴影了。你人还怪好的嘞，有需要我一定不客气。不过你们吃了这么多天苦，状态也不好，拍完今天后，你们先回去休息。如果后续有需要，我一定联系你们。
众人点头。对于这个商谈结果，大家都很满意。此时直播间里已经吵翻天了。妈的，顾明珠真能装，她自己说这些话就不会脸红吗？还天性善良，我呸！他带头霸凌楚依依，抢楚依依东西的时候，他的善良被狗吃了吗？好大的一朵毒绿茶！我看着他现在的样子，联想到他过去6天的样子，我都要吐了。秦修寒和段江还有张佳佳真让人失望啊！他们终究是选择了利益，为了利益抹黑一姐。秦修寒他们原本有机会洗白的，但他们自己把路走死了。顾轩和顾明珠真是一次次的刷新我的认知，他们的三观到底是什么样的，才能脸不红心不跳的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把白的说成黑的？现在看到顾明珠的一举一动，我都觉得假，太虚伪了。楚依依在山上和猴子们待了一天，到了傍晚，她认真的猴子们道别。今天是我待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，明天我就会离开这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辈子我们都不会再见面了，以后你们都要靠自己了。猴子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着急的围着他打转，叽叽喳喳的叫着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我能猜到个大概，分别是很正常的事，没必要不舍得。你们也别想着跟我走，我带不走你们。等到了城市里，如果我身后跟着一群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我会被抓走的。我们才认识没多久，还打过架，感情也没多深，别搞得和生离死别似的。猴子们还在叫，但叫声渐渐小了很多。呜呜呜！可恶，我竟然感动了，好舍不得一姐和猴子们分开啊！我追的 CP 这么快就瘪了，我好伤心。笑死！我本来很伤感的，可看到居然有人在磕一姐和猴子的 CP， 我瞬间笑得好大声。猴子都比顾明珠那几个狗东西有人性。楚依依回到河边时，看到了节目组的游轮已经靠岸，而顾明珠等人正在一排烧烤架上烤着东西。依依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节目组带了食材过来，我们今晚就吃烧烤吧。前面的准备工作你没参与，你就负责烤吧，这样大家算是分工合作，我们也不说你前面偷懒。我之前被楚依依欺负的那么惨，现在还这么有好大度的主动和楚依依打招呼，直播间的观众肯定都在夸我的善良，夸我以德报怨，从而心疼我，我的话题度自然就上来了。楚依依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巴掌扇到顾明珠脸上。依依，我好心邀请你和我们一起用晚餐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就算不接受我的好意，也不能打人啊！顾轩跑了过来，眼神凶狠地瞪着楚依依。楚依依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明珠，就别怪我不顾兄妹之情了。楚依依反手也给了顾轩一个耳光。我警告过你，我们已经不是兄妹了，在外面别提我们的关系，晦气。你好得很。既然你不想认我，那就别怪我毫不客气了。你处处针对明珠，在竞走前屡次殴打明珠，这都是有证据的。等回城之后，我正替明珠去起诉你。我原本还打算听明珠的劝，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可你冥顽不化，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依依，虽然你总是打我骂我，但我不怪你，只要你向我道个歉，我就能原谅你，还会劝哥哥原谅你。哦，你可真善良。我从小就被教育要善良，都是爸妈还有哥哥们教育的好。依依，你以后多听爸妈和哥哥们的话，也会慢慢变善良的。这些都是天生注定的。明珠，你天性善良，楚依依她的坏和恶是与生俱来的，改变不了。那太可惜了，我还想着让依依变好，让她别那么咄咄逼人了呢。楚依依懒得和他们在这里演戏，她火力全开，暴揍了两人一顿，随后一脚一个的踹开。让开，好狗不挡路。顾明珠和顾轩整整齐齐的被踹翻在地，两人气得不轻，现在当着镜头的面又爆翻脸。哥哥，对不起，依依她是讨厌我，看到你护着我，她才会连你一起针对我，对不起你。这怎么能怪你？如果不是她心肠歹毒，她是不会做出这么恶毒的事的。顾明珠委屈的咬了咬唇，她身上很痛，心里却乐开了花。楚依依越针对我，节目组受关注程度就越高，我的讨论度也会越高，也会有很多人同情我，成为我的粉丝。我有预感，这档综艺播出后，我一定能晋升一线，小花名列。而楚依依，她的演艺生涯算是彻底结束了，这档综艺就是楚依依最后露面的机会了，我就让楚依依再蹦跶几天吧。顾明珠真恶心啊！一看到摄像机在拍着，她就又开始装了起来。顾明珠和顾轩这两兄妹真是三观炸裂，恶心至极。一届打得太轻了，应该打烂他们的嘴，听见他们说话就觉得恶心。演吧，让他们继续演，等明天回城后，看他们还怎么演。最后一天了，忍一忍，非常期待他们知道真相后的反应。现场，楚依依吃饱喝足后，躺下看星空。明天就要离开了，以后很难有机会再看到这么美的夜空了。今晚我要多看看。或许是因为最后一天了，观众们也很舍不得，还有一些则是兴奋的睡不着。呜呜呜，好舍不得一姐，我还想继续看一姐在森林里生存，我还想看她无差别的殴打每一个人。我也是，
这7天我每天一有时间就来直播间看一姐，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以后看不到一姐了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。好期待明天啊！不知道导演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知道真相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顾明珠他们知道真相后的反应了。太期待了他们知道真相的时刻了，到时候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，想想就激动。本很快开始启动，所有人都站在甲板上。导演笑容满面地说：辛苦各位了，等回城之后还有一个记者见面会，记者见面会结束后，这次的拍摄才算结束，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发言稿。楚依依躺在躺椅上闭目养神，她完全不想准备。反正我当着镜头的面对顾明珠大打出手，网友肯定已经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了。无论我怎么发言，怎么打扮，也改变不了观众对我的看法，所以没必要折腾，无所谓了。顾明珠走到楚依依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楚依依。依依，现在网上肯定全是关于你的骂声，网友们肯定都对你厌恶至极，恨不得让你去死，甚至你走到外面都如过街老鼠般，人人喊打，娱乐圈容不下你了，你想正常生活都不太可能。不过如果你肯在记者见面会上跪下向我道歉，我可以替你在爸妈面前说说好话，让你回到顾家，有顾家的庇护，你才能活。楚依依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你是不是天生贱骨头？一天不打你你就不舒服，还主动往我面前凑，再不滚，别怪我的拳头不长眼。你真是不识抬举，我善良大度，想给你一条活路，你居然不领情，以后你被网暴，走在路上都被人打骂，在外面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你可别想着回顾家，你已经错失回顾家的机会了。楚依依伸手抓起手边的一个水杯，狠狠地砸到顾明珠身上。滚！顾轩听到动静跑了过来，怒不可遏地瞪向楚依依。他张开嘴巴，刚准备说话，楚依依突然飞快地冲到他面前，像扛麻袋似的扛起他，冲到了围栏边。他一只手抓着顾轩的脚，把顾轩倒吊在外面。救命！楚依依，你发什么疯？你快拉我上去，这掉下去会出人命的。你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？以后再在我面前狗叫，我就弄死你！顾轩被吓得全身都在剧烈颤抖。导演急忙跑过来打圆场。楚依依，你冷静一点，直播还开着呢，别闹得太过分，吓唬吓唬他就行了。顾明珠急忙跑过来。依依，你怎么能对哥哥这样呢？那是你亲哥啊。楚依依冷漠地把顾轩提上来，像扔死猪一样把他扔甲板上。以后别来招惹我。顾明珠走到顾轩身边，蹲下查看他的情况。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顾轩依然全身抖得厉害。刚才楚依那冷得不带一丝温度的眼神，是真的想要杀了我。如果不是直播开战，我敢肯定楚依依一定会把我扔到水里。没想到依依她面对镜头还这么不知收敛，镜头没拍着的时候，可想而知她有多嚣张了。令我心寒的是，她上次没有害死哥哥你，现在当着镜头的面，竟然又想杀你哥哥。看来依依是真的不想认我们这些家人了。以后他就算相认，我也不会认他。我们顾家没有那么心狠手辣的人，如果让他回顾家，顾家早晚会被他连累害死。顾明珠悄悄勾了勾唇角，我的目的达成了，以后我是顾家唯一的千金，将来顾家的财产也都是我的。那几个蠢哥，只要我稍微撒撒娇，他们就会把手里的股份拱手送给我。顾明珠和顾轩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一姐都说过那么多次，让他们别去招惹他了，他们还渐渐地往一姐面前凑，没见过那么贱的人。人家楚依依都说不想和顾家沾边，嫌顾家晦气了，他们居然还老是拿回顾家去威胁楚依依，他们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受不了他们了，导演让游轮开快点，快带上岸吧，让他们知道真相，看看他还有没有脸说楚依依。导演会让他们在记者见面会上知道真相吗？好期待！我激动的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快点到记者见面会。我也是，我今天就等着看他们知道真相了。几小时后，众人到了一家5星级酒店。导演笑眯眯地说道：走进去吧，我让人在酒店的宴会厅里搭了台，记者们也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，就等你们几位主演登场了。刚一进去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宴会厅里架满了拍摄设备，一眼看过去，几百个人在里面。导演，这些都是记者吗？是啊，全国各地各个平台和媒体的记者都有，还有其他国家地区的记者也远道而来，就是为了采访你们。几乎全球各国的记者都有来。全球各国的记者都来了！天哪，我们的综艺这么火吗？他激动得难以平静，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。他脑海中只有4个字：我要火了！我不仅在国内要火，还要火到国际上，我要成为国际巨星了！我果然是天生的女主角。是呀，我们的节目特别火，全世界的网友都在关注。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直播间最高观看人数突破过3亿呢，这还是有很多国外观众不能来直播间看的数据。如果没有限制，观看人数会更多。不过，虽然国外观众观看受限，
但有人剪了录播视频，还配了字幕，把录播视频发到网上，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你们的精彩表现。真正看过这档直播综艺的人，远比直播间人数要多得多。所有人都欣喜若狂，除了楚依依。关注的人越多，我以后生存难度越高。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，那我以后就算想出国，都会被认出来，别人都会追着我骂，甚至可能还会有正义之士直接动手教训我。虽然一般人打不过我，但闹起来也挺烦人。原本以为我只是在国内恶名远扬而已，没想到竟然闹得全世界都知道，烦死了。顾轩看了一眼楚依依，没想到这个节目这么火爆，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恶毒的一面，这次你死定了。之前明珠一直给你机会，让你道歉认错，就让你回顾家，可你不珍惜机会，还粗鲁的动手打人。现在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会同意让你回过家，你就在外面像过街老鼠一样躲躲藏藏，被群众的唾沫星子淹没吧。顾明珠故作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依依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是你一次次践踏我的好心，现在哥哥动怒了，我也劝不了他，以后你自求多福吧。你走到今天这步，也怪不了别人，要怪就怪你心肠太歹毒。如果你能善良一点，别总是针对我，别在镜头面前欺负我，你也不会被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你的恶行。以后你被网暴都是咎由自取，你别怪别人，这都是你自作自受。楚依依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老把他踹飞进我早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赶紧采访完赶紧走人。顾轩简直要气炸了。楚依依，你太嚣张了，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，你居然也敢动手，你真的不怕被网暴吗？节目观看率那么高，就算我现在什么都不做，我在节目上的所作所为也早已经传开，不差这一脚。你真是无药可救，做错事了不知悔改，还破罐子破摔，你真是彻底没救了。你怎么废话这么多？是不是你也想让我一脚把你送进去？顾轩瞬间噎住。你的宝贝明珠还在地上躺着呢，你还不快滚过去扶她起来安慰她？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没有你的安慰怎么行？顾轩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快步跑过去把顾明珠扶起来。明珠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已经被打习惯了，还能接受，没什么大事，哥哥你不用担心。他脸上委屈，心里却已经乐开了花。这么多媒体在这里看着，节目组的直播也还开着，肯定都拍到了楚依依踹我的画面。楚依依这下是真的完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太开心了。这时导演发声了，好了，你们有什么私人恩怨先放一放，你们先上台入座，接受媒体朋友的采访吧，他们都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呢。随后导演带着他们上了台。默契了这么久，终于要开始了。快撕开这个绿茶婊的虚伪面具，让他知道他已经翻车了。妈的，我要是在现场，我也想去踹这个贱人两脚。他不犯贱会死吗？为什么要一直去招惹一姐？没看到一姐一点也不想和他沾边吗？我觉得顾明珠是故意的，故意招惹一姐，让一姐当着媒体的面动手打他。如果没有隐藏直播这档子事，就凭楚依依这一脚，他一定会被疯狂网暴。没错，顾明珠就是在算计一姐，想害死一姐，她真的好恶毒啊！大家别生气，顾明珠蹦跶不了多久了，她现在越得意，等知道真相后只会越崩溃。记者见面会现场，众人站好后，顾明珠率先说话。大家好，我是顾明珠，非常感谢各位记者朋友远道而来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，能回答的问题我一定尽量回答大家。想到有其他国家的记者在，他还特意用英文又说了一遍。我表现得这么落落大方，又有文化有涵养，大家心里一定都在称赞我。可为什么我觉得台下记者们此刻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呢？甚至有点鄙视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，他们那眼神一定是同情和欣赏。同情我被楚依依虐待，欣赏我的善良大度和满腹才华。很快有记者提问了，顾明珠，你能谈一下这几天在森林里的感受吗？还有你对其他几位嘉宾的看法？这几天在森林里的经历，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过的全新体验，过程很苦，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我在这几天学会了独立生存，学会了团结，和伙伴互帮互助，也学会了吃苦耐劳，这让我成长了很多。我很感恩能有这样的体验，唯一让我难过的是，依依一直拒绝和大家组队一起克服困难。我因为担心她，主动邀请过她好几次，